深夜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敲击键盘的声音，同事在背后喊了好几声，金二月才回过神来。同事问他怎么还不下班，金二月头也不回的说手头还有点活，今天必须得干完。同事一脸纳闷，又不急，干嘛非要熬夜加班？金二月没再说话，只是继续盯着屏幕，手里的动作一点没停。屏幕上闪过的是当红偶像男团 SPART 几号庆成彬、朱宇，还有庆秀和清贤。同事问道：经理还没放过你啊？就因为他女儿追星，非要让你在这儿画海报。金二月无奈的应了一声。同事劝他赶紧回家，说他看起来状态不太好。金二月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马上就弄完了。等同事也走了，整间办公室彻底陷入死寂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微光。金二月盯着那张海报，心里烦躁到了极点。只要把这封邮件发出去，一切就结束了。要是经理再敢扣我假期，我绝对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，直接去劳动局举报他。可就在这时，屏幕上跳出的一条新闻让他彻底愣住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新闻标题赫然写着：偶像团的7年魔咒，顶流男团 SPART 宣告解散。金二月死死盯着屏幕，整整2周，没日没夜的加班，连周末都在给这帮人画海报，熬到今天凌晨，好不容易才把活儿干完。结果他们居然说散就散了，那这2周的罪我不都白受了吗？这帮混蛋简直是在耍我！金二月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眼前的世界开始模糊。金二月迷迷糊糊的嘟囔着：这太阳怎么这么晃眼？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他猛地反应过来，整个人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。完蛋了，要迟到了！这天花板怎么变矮了？难道睡一觉我家就被拆了吗？他还没反应过来，转头一看，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。这人是谁啊？怎么光着膀子睡在我旁边？再看看地上的大行李包，还有这陌生的房间布局，金二月彻底慌了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唰的一声，凭空冒出一个发光的蓝色屏幕。金二月彻底看傻了，这玩意儿是从哪钻出来的？屏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金代理，你的人生重来申请已经通过了。金二月使劲揉了揉眼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睡醒。这到底是什么鬼？人生重来？他美滋滋的躺回被窝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。还没等金二月高兴太久，眼前的屏幕突然光芒大作，他下意识的捂住脸，等那阵强光稍微散去，屏幕上跳出了几行字：金代理，请跟这批练习生一起出道吧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金二月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让我一个上班族去当爱豆，这哪是什么人生重来，这分明是要我的老命啊！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慵懒的声音：大清早的在那瞎嚷嚷什么呢？金二月猛地转过头，整个人直接定住了。几号揉着头发，一脸不耐烦地看着他。金二月被对方的脸给吸引了，这五官也太深邃了吧，浓眉大眼，还有这绝了的下颌线，修长的脖子，还有这宽的离谱的肩膀，简直跟职业游泳运动员没区别。再往下看，那腹肌一块块清晰可见，简直就像是艺术品，一寸一寸雕刻出来的一样。金二月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：崔几浩，竟然真的是他，那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，让无数粉丝疯狂的顶级偶像，怎么会出现在这？金二月指着他大喊：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男人简直就是我的噩梦，整整3年啊！就因为男经理的女儿迷他，我不知道替经理加了多少班。几号一脸淡定：大清早的，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？金二月这下彻底凌乱了，他对着系统面板手忙脚乱，但在几号眼里，这画面简直诡异到了极点。你大清早的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什么呢？金二月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几号一把拎了起来。快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几号根本不听他解释，像拎小鸡仔一样，直接把他拖到了洗手间门口。既然还没睡醒，就赶紧给我洗把脸清醒清醒。金二月在洗手间里气得直跺脚，那家伙也太无理了，管他是做梦还是现实，这口气非出不可，必须找那家伙理论理论。他猛地推开门冲了出去，结果还没等他发火，耳边就传来一个超级温柔的声音：哥，你今天起得这么早呀？金二月定睛一看，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，眼前这个金发卷毛，笑得跟向日葵一样灿烂的男生，竟然是那个号称门面担当的清闲。金二月躲在洗手间里，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这一定是梦，只要看清那些人的脸，梦肯定就会醒了。可还没等他推门出去，眼前突然蓝光一闪，那个阴魂不散的系统面板竟然又蹦了出来。金二月的个人考核指标：6人男团出道。金二月感觉天都要塌了，这哪是什么美梦啊，这简直就是职场人的终极噩梦，不仅要跟讨厌的爱豆同住，还得跟他们一起组团出道。说起金二月和偶像的孽缘，那还得从他刚入职的时候说起。经理询问金二月：听说你会用修图软件？面对经理的询问，卑微的职场新人金二月只能点头承认。结果这一点头，金二月的生活彻底乱套了。经理不仅让他盯着偶像的直播，还得一帧一帧的截图，甚至还要给偶像的生日会做应援物，原因竟然只是经理的女儿喜欢这个团。金二月的被迫营业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谁能想到金二月的童年竟然是在父母的暴力中度过的，大他8岁的姐姐成了他唯一的依靠。为了把他从那个地狱一样的家里拉出来，姐姐省吃俭用攒下了每一分钱。直到金二月20岁那年，姐姐不仅带他彻底离开，甚至还帮他交了大学学费。姐姐把钱递给他，语气听着挺硬：这钱可不是白给的，以后都要还回来。金二月低声说了句谢谢，姐姐接着开玩笑说：等我老了，一定要从你身上把这笔账讨回来。可谁都清楚，这份沉甸甸的亲情根本就还不亲。为了能快点把欠姐姐的钱还上，金二月简直是在拿命换钱。
哪怕在公司被上司各种刁难霸凌，他也从来没想过辞职，甚至连跳槽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，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干。他终于还清了最后1分钱。姐姐笑着调侃他：“既然债还完了，是不是该给我买个名牌包，再带我去机场听听登机广播？”金二月笑着答应了。他以为好日子总算要开始了，可谁能想到，就在那个冬天，他唯一的亲人彻底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。金二月愣住，那些关于姐姐的回忆，真实的让人发指。我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？这肯定是个离谱的梦。可就在这时，眼前突然蹦出一个发光的面板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人生重用说明书。系统告诉他，他已经回到了过去的时间线，而且一旦开始就绝对没有回头的机会。金二月彻底傻眼了，他确实想过要改变生活，但他想要的是下班喝着小酒，瘫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退休日子。结果这系统直接让他重回20岁，开启什么第二人生，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改变。可还没等他抗议，系统又弹出了新提示，为了让他的人生重用更顺利，还要给他发点辅助道具。这下事情变得越来越离谱了。金二月看着眼前的系统简历，差点没当场气晕过去。他在前世拼死拼活干了5年，结果在系统眼里，那段职场生涯居然只是课外活动，他的职业价值直接被清零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一件陈年往事，大学前确实有人给过他一张名片，当时他觉得那是诈骗，根本没当回事。可现在看来，系统是帮他接受了那份邀请，让他直接重生成了练习生。金二月实在想不通，那些星探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了？不过系统给出的条件让他没法拒绝，如果不能成功出道，他就救不了姐姐，甚至还得回前世那家公司签一份终身卖身契。虽然现在的处境一团糟，但只要能再次见到姐姐，把欠了这么多年的生日礼物亲手不给他。金二月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，不管这第二人生有多离谱，他都要走下去，管他呢。金二月决定豁出去试一把，反正最差的结果也就是回前世继续当牛马。他来到了 UA 娱乐公司，虽然是第一次实地踏入这里，但练习室的每一个角落，他都在前世的视频里看过无数遍。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一个长相阳光的男生凑了过来，非常热情地跟他打招呼。这就是庆成斌，未来的偶像团队队长，也是大家公认的精神支柱。庆成斌看他是个新人，主动提出要带他熟悉练习流程，说话语气特别温和。金二月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毕竟在那些华丽的偶像面孔里，庆成斌的性格算是最随和的。可有意思的是，外人总觉得他是个高冷帅哥，甚至叫他冰山美男，只有真正的老粉才知道，这家伙笑起来有多治愈，完全就是个暖男天花板。看着眼前这个还没出道的队长，金二月心里五味杂陈，这第二人生的开局好像比他预想的要精彩的多。金二月盯着屏幕太久，眼睛干得厉害，但他现在可没心思矫情，毕竟眼前的局面比他想的要复杂的多。庆成斌讲完流程，特意问他还有没有不明白的。金二月下意识地用了敬语，结果对方一脸疑惑，原来昨天2人就说好了，以后直接说评语就行。金二月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居然也是系统设定的一部分。他挠了挠头，心里多少有点别扭，毕竟作为一个职场老油条，他现在的真实年龄可比这群练习生大多了。难道在这里也是按年龄排辈分吗？金二月还没琢磨明白，庆成斌就拉着他准备开始拉伸。就在他打算硬着头皮上的时候，那个阴魂不散的系统又唰的一下蹦了出来。系统居然管这叫员工福利，还阴阳怪气的说这是金代理的福气。金二月简直要气笑了，这种福气给谁想要啊？可系统根本不讲道理，直接甩出了第一个任务，必须完成一个基础动作。金二月看着系统任务，看来这第二人生的第一课是躲不过去了，不就是做一个动作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可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真的太天真了，练习生的舞蹈强度跟普通人完全不是一个次元，他根本没想过这些动作居然能这么折磨人。才练了一会儿，他就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，直接瘫在地上动弹不得。这下可好，旁边的几号看不过去了，在那儿疯狂吐槽，从来没见过4肢这么不听使唤的人。金二月这手脚各跳各的，估计明天大脑都要彻底死机了。金二月听着这些话，心里那叫一个憋屈，但他现在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在那儿怀疑人生。看来这练习室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系统说庆秀超级可爱，金二月听了差点没背过气去，这系统是不是对可爱有什么误解？眼前的庆秀冷着一张脸，眼神犀利的像刀子一样，这哪是可爱，这分明是暴风雪现场。金二月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这家伙长得也太成熟了，看着像能一口气干掉整瓶烈酒的狠角色。谁能想到他居然还是个高中生，更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忙内。吐槽归吐槽，庆秀教起动作来那是真严厉。他让金二月先别急着做大动作，得从最基础的开始练起。庆秀一边说着，一边示范怎么绷直脚尖，每一个细节都要求的死死的，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接着他一个丝滑的转身，动作干脆利落，简直像教科书一样标准。金二月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虽然这教官脾气臭了点，但业务能力确实没话说。他心里突然一阵发虚，要是真以这水平出道，估计会被网友喷成筛子。我甚至都能想象到那些恶评会怎么写，什么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什么实力垫底还迷之自信，光是想想就觉得脊背发凉。庆秀可没打算放过他，今晚要是练不好，就别想回宿舍睡觉了。金二月吓得一激灵，只能乖乖点头答应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念头，甚至开始想那些冷笑话来转移注意力。什么不要憋着，什么不要随心所欲。可练到最后，他连第3条是什么都给忘了。
庆秀在旁边像个复读机，不停地喊着再来一次，手臂伸直，动作别变形。金二月感觉整个人都快碎了，只能在心里疯狂呼救，谁能来救救他啊？就这样，4个小时过去了，金二月终于把动作做标准了。庆秀在旁边点了点头，总算让他停下来歇会儿。金二月直接瘫在地上，心里那叫一个后悔。以前总觉得当偶像就是耍帅，现在才知道这活儿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他正寻思着能长多少经验，结果系统面板一跳出来，他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居然才给20点经验值。金二月气得想找系统理论，自己练的整个人都快散架了，结果就换来这么点奖励，这回报率也太低了吧！就在他怀疑人生的时候，朱宇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，问他现在是不是明白当偶像到底有多不容易了。金二月抬头看着朱宇，近距离这一看，他彻底没话说了。以前他总觉得朱宇那个人间晨雾的外号听起来有点夸张，甚至觉得根本不搭，但现在看到本人，他才发现这外号真不是白叫的。总觉得他身上有股仙气，就算他现在换上一身韩服，去深山老林里当个山神，估计都没人会觉得奇怪。金二月一脸认真地说，我真不是在开玩笑，我是打心底里觉得你气质不一般。朱宇倒是一点没架子，语气平静地告诉金二月，要是觉得哪里跟不上，我就从哪里开始重新教。朱宇一边数着节拍，一边耐心地纠正金二月的脚步，让他把左脚往这边挪一点。金二月练得小心翼翼，每做一个动作都要确认一遍，生怕自己又哪里做错了。朱宇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最后终于点了点头，说了句正确。虽然得到了大佬的肯定，但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这离真正的标准还差得远呢。接下来的路怕是长得看不见头。就在他有点垂头丧气的时候，清闲突然蹦了出来，笑嘻嘻地比了2个大拇指，大声喊着让他继续加油。有这么个开心果在旁边，金二月总算觉得这魔鬼训练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。金二月感觉自己要被闪瞎了，清闲这张脸简直就是可爱漂亮担当的代名词，这皮肤好的也太离谱了。要是有人说他是用长白山天池的水洗脸，估计都没人会怀疑，简直一点瑕疵都找不出来。不过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别看清闲长得这么软萌，他其实是个狠角色，练习强度直接拉满的那种。电视里还在播着他休假回来的画面，看起来活力满满，可现实中的练习室里气氛完全是另一回事。音乐声一停，刚才还整齐划一的动作瞬间变成了满地的疲惫，大家横七竖八的瘫在地上，连动个手指头的力气都没了。这偶像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全是这种不要命的练习。看来在这条出道的路上，光有颜值可远远不够，这种累到虚脱的日常才是他们的家常便饭。金二月一边喝水，一边在心里默默吐槽，这帮队友简直就是弱鸡，就这体力，怕是连给老板背个水壶爬山都得累趴在半路上。就在这时，练习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一个女人踩着步子走进来，笑着问大家是不是练得很辛苦。清闲明明累得腿都软了，还是立马站直了身子，大声喊着说自己一点事没有。女人冷笑了一声，显然没把这逞强的话当真。她径直走到金二月面前，眼神里透着一股玩味。自从上次之后，咱们就没再见过了吧？这话一出来，练习室的气氛瞬间就变了。谁也没想到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，居然跟金二月是旧相识。看来金二月的过去藏着不少大家不知道的秘密。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管理部的闵珠锦，还问金二月记不记得她。金二月看着眼前这个人，终于对上号了，原来就是你啊！那个亲手把我推入深渊的罪魁祸首。还没等金二月缓过神来，他直接进入了工作状态，举起手机解释说自己是过来拍练习视频的，要进行全程记录。这下麻烦了，在这个女人面前，金二月的一举一动都将被彻底盯死。闵珠锦笑着对金二月说，你先去把编舞学了，等会儿大家在一起合练。金二月表面上乖乖答应，心里却在冷笑，全员合练，我看这辈子是没机会了。随着音乐响起，练习室的气氛瞬间变了。金二月站在一旁观察，只看了一眼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。刚才看着还挺松散，可音乐一响，这几个人就像换了个人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转身都精准地卡在了节拍上，几人之间的默契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。整齐划一的动作让金二月彻底看呆了，这分明是已经磨合到了极致。说实话，这几个人合练的样子确实挺有范儿的，连金二月这种挑剔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很帅。就在这时，闵珠锦突然凑过来问金二月，你觉得这帮孩子怎么样？还没等金二月反应过来，他又补了一句，跳得不错吧。金二月心里一阵纠结，他本想挑点刺，说他们烂透了，可看着眼前的表现，实在没法睁眼说瞎话。沉默了片刻，他只能无奈地承认，是的确是很厉害。这下连最后的借口都没了，这帮人的实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。金二月欲言又止，显然在刚才那场完美的表演里，他发现了一些别人都没察觉到的异样。看着练习生们走过来，闵珠锦一脸欣慰，拿着手机笑着说，大家都进步不小啊。金二月叫住庆秀，你这状态还能跳吗？看着好像挺难受的。这话一出，众人纳闷地回过头，庆秀赶紧摆手，我真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他心里还在拼命死撑，觉得只要忍一忍就能过去，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身体就先抗议了。金二月直接蹲下身子，往庆秀的脚踝上一按，这一下庆秀再也装不下去了，疼得猛地缩了一下。他赶紧死捂住嘴，生怕自己再叫出声来，可这种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金二月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非常肯定，你受伤了。庆秀彻底没话说了，刚才还在死撑的谎言被当场拆穿，全场都炸锅了。闵珠锦和清闲急得不行，连声追问庆秀，脚踝真的受伤了吗？
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庆秀还在那儿硬撑，摆着手说没那么严重，还没到要去医院的地步。庆成斌听不下去了，一脸严肃地打断他：受伤了就要去医院，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金二月沉思着，庆秀其实是不想让大家担心，更怕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显得太扎眼，成了拖后腿的那个人。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新伤，而是从练习生时期就留下的老毛病。因为没日没夜的练那些高难度动作，庆秀的脚踝早就超负荷了，甚至有很多次他疼得连台都上不去。这种不要命的坚持，迟早要出大问题。那段日子对他来说肯定特别难熬。看庆秀现在这副样子，心里藏着多少苦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金二月在旁边看着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毕竟看着别人在那儿受罪，自己却装作没看见，这种事儿他实在做不出来。既然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就不能再这么袖手旁观了。他一脸严肃地叮嘱庆秀，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检查，要是真拖成了慢性病，以后想跳舞都难了。庆秀听着这些话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经纪人林灿英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大喊：庆秀，听说你脚踝受伤了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一群人就围了上去，直接把庆秀给抬走了。那架势简直1秒钟都不敢耽误。练习室里瞬间安静了，剩下的几个人愣在原地，大眼瞪小眼，谁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看着空荡荡的门口，有人小声问了一句：那咱们这练习还继续吗？新的一天从纠结吃什么开始。清闲看着金二月，实在忍不住吐槽：你怎么天天都吃炸酱面？金二月一脸无辜：难道新人还有得选吗？这话一出，清闲直接无语了。合着每次问你想吃什么，你都只会点头说好，原来是职业病犯了，习惯了对经纪人百依百顺，结果导致大家跟着吃了好几天的炸酱面。清闲提议换个口味，结果呢，金二月还是摆摆手，算了，还是吃炸酱面吧，那家味道确实不错，这执着劲儿真是没谁了。大清早一睁眼，这满屋子的颜值简直要晃瞎眼了。金二月坐在餐桌前，看着周围这群队友，忍不住感慨：这哪是吃早餐啊，这简直是神颜大赏，每个人都帅得无可挑剔。公司选人的眼光确实毒辣，全员视觉无死角，凑在一起简直是王炸。金二月一边往嘴里塞饭，一边暗自嘀咕：能混在这群帅哥中间，还能淡定的干饭，看来自己的心理素质确实不是一般的强。就在这时，庆成斌笑着凑过来，问谁还要加餐。看着这充满活力的画面，金二月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偶像日常。这顿饭吃的压力山大，但也确实养眼啊。看看这盘子里的分量，跟喂猫也没啥区别了。庆成斌实在看不下去：清闲哥，你这吃的也太少了，不吃饱哪有力气排练？清闲嘴硬得很，非说自己一点都不饿。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，旁边这位哥终于坐不住了，几号冷着脸，头也不抬地甩出一句：你们两个赶紧闭嘴吃饭。他接着下了最后通牒：今天谁要是再磨蹭，我绝对会把他丢在宿舍。这话一出，餐桌上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，谁也不敢再吭声。金二月看着眼前的饭，心里那叫一个悲壮，虽然真的吃不下，但为了不被丢下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。旁边坐着的朱宇整个人都看傻了，不就是吃个早饭吗？至于表现得跟要上战场一样吗？这偶像团体的早晨还真是一刻都消停不下来。练习室的门被推开，闵珠锦带着文件走了进来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该来的总会来，月末评价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他先是看向金二月，问他有没有收到具体的安排。金二月摇了摇头，表示还没看到。闵珠锦干脆把任务交给了旁边的庆成斌，让他给大家详细讲讲。庆成斌这孩子确实没话说，虽然是临时接手的活儿，但他答应的比谁都响亮。不过接下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提起了精神，这次评价连公司大老板都要亲自过来，大家必须得开始正式进入组队排阵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老板亲临意味着出道的机会就在眼前。庆成斌带头喊起了口号：出道组大家一起加油吧！看着这股子冲劲，谁都能感觉到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练习室里，庆成斌看着身边的金二月，随口问了一句：照现在这个进度，咱们还得准备多久？金二月叹了口气，要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毕竟每次都要排名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庆成斌倒是心态稳，笑着拍了拍胸脯：别太紧张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。金二月心里一阵暖流，成斌哥你自己也挺忙的，真的谢谢你一直帮我。庆成斌摆了摆手，大家都在努力，说这些就见外了。不过他话锋一转开，起了玩笑：要是你再出错朱宇，那性格你是知道的，他非要把你绑在镜子前，盯着你练到对为止。金二月听得心里直打鼓，成斌哥简直是天使，但朱宇那边确实是个狠角色。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：这次的评价到底会有多严厉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现实的打击就来了。老师的声音在练习室响起，表情全都太僵硬了，这样下去绝对不行。看着清闲练得满头大汗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场硬仗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庆成斌的话还在耳边回响，今天就当自己豁出命了，必须得拼一把。金二月咬牙坚持着，眼前的系统面板终于传来了清脆的提示音：任务达成，经验值直接拉满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终于拿到了那宝贵的一个属性点。金二月盯着屏幕，心里一阵狂喜，等了这么久，总算没白费功夫。他没有犹豫，这些点数可以直接加在熟练度上。看着那一排排数据，他果断选择了舞蹈项，只要能把这个短板补齐，接下来的评价就稳了。就在他全神贯注操作系统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：二月哥！金二月猛地回过神来，赶紧关掉面板，生怕被人看出了破绽。庆秀主动走过来说：刚才那个难点
我再给你重新讲一遍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金二月整个人像变了样，动作流畅的让人不敢相信，每一个节拍都踩在了点上。旁边的队友们都看傻了，这还是刚才那个动作生涩的金二月吗？这进步速度简直像开了挂一样。金二月心里更有底了，刚才加的那个属性点已经开始发挥作用。他盯着系统面板，反复确认数据，看来自己的方向确实一点都没跑偏。庆秀脸上满是惊喜，兴奋地挥了挥拳头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感觉，你这下总算是开窍了。金二月心里总算踏实了，这系统的威力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得多。金二月面上虽然淡定，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仅仅是一级的熟练度，差距竟然能有这么大。看到庆秀突飞猛进，连一向严厉的几号都忍不住多指点了几句。大方向没问题，再把动作角度抠细一点。庆成斌更是乐开了花，拍着手感叹：咱们这段时间的苦练，总算是没白费功夫。清闲也在旁边松了口气，本来还担心月末评价，这下总算能把心放肚子里了。他趁热打铁，拉着大家又练了好几遍，直到夜色渐深，公司大楼的灯光都暗了下来。队友们招呼着：太晚了，咱们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金二月却停下了脚步，让大家先走。面对队友的疑惑，他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，语气坚定：我打算去练歌房再练练，已经提前跟经纪人打过招呼了。队友们纷纷叮嘱：别练得太晚，更别太拼命了。金二月看着队友们走远，他独自一人消失在深夜的街头。这一路上，他走得不紧不慢，似乎在盘算着什么。电梯停在了3楼，随着清脆的提示音，门缓缓打开。金二月没有去什么练歌房，而是径直走向了一家网吧的大门。这小子刚才在大家面前演的可真够像的，他大半夜不睡觉，非要跑到这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金二月大半夜跑来网吧，结果刚进门就被店员拦住了。店员提醒说，10点以后未成年人不能逗留。金二月赶紧解释，自己早就成年了，今年都20岁了。店员半信半疑，非要让他出示身份证，还得把围巾拉下来看看。结果围巾这一摘，店员直接看呆了，这长相简直就是偶像练习生级别。店员忍不住嘀咕，现在的练习生管得真严，连手机都不让用，还得大半夜跑出来上网。要是再小1岁，今天肯定进不来了。金二月费了不少劲，总算查到了自己的个人信息，结果这一查，发现房子早就不是自己的了，连户口都被迁到了公司宿舍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当初确实是自己先断绝了联系，还是说其实是自己先被抛弃了？20岁就被经纪公司扫地出门，这处境确实挺惨的。不过好在姐姐给他的那笔学费还在，整整1500万韩元。既然房子没了，那就要想办法申请住房公积金，剩下的钱他打算全部投进股市。以前他对股票一窍不通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既然回到了过去，未来的走势他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打算把这笔钱翻个几倍，以后好报答姐姐，毕竟这可是他翻身的本钱。在网吧熬了一整宿，他连眼都没合，直接就跑去练习唱歌了。庆成斌看他这么拼，笑着凑过来问，这一通练习下来，感觉效果怎么样？金二月沉默了，他这才发现自己真不是什么天才，这高强度的练习简直是要了他的老命。清闲一看到金二月，直接被他的黑眼圈吓了一跳。金二月也没办法，为了赚钱还得兼职，只能强撑着继续练习。这一通折腾下来，他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几号在旁边看着，觉得金二月跟这帮人倒是混熟的挺快。金二月自己还没反应过来，庆成斌就在旁边补刀，说他跟庆秀的关系简直就像严厉班主任带着个没救的差生。几号更是直接说他以前确实挺让人头疼的。金二月听完都无语了，这帮人损起他来真是一点都不留情面。几号主动开了口，说以后会帮着他一起练。金二月赶紧道谢，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。虽然成员们人都挺好，但他总觉得自己像个吃白食的。他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决定找几号谈谈。他想暂时退出集体练习，因为现在的自己只会给大家添麻烦。几号没接话，就这么盯着他，等他把话说完。金二月支支吾吾地问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不给大家拖后腿？这一下，练习室的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了。金二月想起了以前在南经理手下干活的日子，那时候他总觉得自己没用，早就习惯了低人一等。他本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，可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承认自己是个拖油瓶，还是让他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下意识捂住脸，觉得自己这回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几号可没打算惯着他，直接凑过来反问道，就算按你说的不参加集体练习了，你的水平就能立马涨上去吗？这一句话直接把金二月问得哑口无言，旁边的成员们也都愣住了，谁也没想到几号会把话说明到这个份上，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。金二月到底该怎么接这通火？庆成斌故意逗清闲，学着他的语气开玩笑，说他像个抱怨老公回家晚的小媳妇。清闲吓得赶紧摆手，生怕因为这句玩笑话当场掐起来。但说到底，语言这东西确实奇妙，同样的话在不同场合听起来完全是两个意思。几号那种不留情面的毒舌，虽然听着刺耳，但简直就是天生的流量密码，只要他一开口，网上的讨论度立马拉满。结果到了正式采访，几号还是那副冷淡样，问他拍摄感受怎么样，他就回了3个字，挺好的。这一句话直接把天给聊死了，搞得主持人尴尬的不行，只能赶紧找别的成员救场。几号最近在节目里话变得越来越少，结果网上的恶评铺天盖地，大家都骂他耍大牌，说他根本不想当偶像，甚至还闹出了态度争议，陷入了这种招黑的死循环。金二月直接问几号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
就是个累赘，所以才不想说话。我总犯错，害得大家练习老是中断。几号沉默了一下，竟然直接点头承认了。他说金二月确实在拖后腿，但这事儿不能全怪金二月，毕竟他才当了几天练习生，犯错那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如果成员们因为这点干扰就没法好好练习，那是他们自己水平不行。这种话听着虽然冷酷，但金二月心里反而暖暖的，这大概就是几号独有的温柔方式吧。金二月倒也坦然，直接问这是不是他的真心话。得到肯定回答后，竟然还大大方方道了谢，这可把旁边的成员们吓坏了。清闲赶紧冲出来当和事佬，生怕这俩人真掐起来。他一边替几号解释没恶意，一边拼命安慰金二月，说大家从来没觉得他是累赘。金二月看着忙前忙后的清闲，心里暗自庆幸，多亏有这个开心果当室友，不然就冲几号这脾气，他俩要是单独待在一个屋里，那气氛简直比西伯利亚还冷。几号听了这话一脸无语，心想你这到底是夸我还是损我？好在清闲最后又开始卖萌，总算把这尴尬的一刻给翻篇了。只要大家心里没隔阂，这团就还能接着带下去。金二月还是担心自己这个空降兵会让大家心里不舒服，结果清闲直接拿庆秀开起了玩笑。他说要是庆秀真觉得有问题，以他那教官脾气早就当场发飙了，哪还会等到现在。庆秀虽然一脸嫌弃的推开清闲，但也破天荒的安慰了金二月，说街头选拔进来的练习生多的是，要是每个人都得顾及，那大家干脆别练习了。金二月转头看向一直没说话的朱宇，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很碍事。没想到平时冷冰冰的朱宇竟然回答得非常干脆，说他从来没这么想过，而且大家都看得到金二月有多努力。庆成斌也在旁边跟着起哄，说自己也完全没意见。金二月看着这群温暖的队友，心里突然觉得有点陌生。他以前总觉得职场如战场，可这个集体竟然如此宽容，让他第一次有了归属感。就在气氛刚好转的时候，练习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位自称吴恩的声乐老师走了进来。看这架势，接下来的训练恐怕没那么容易过关了。声乐老师一进门就说早就听舞蹈老师提起过金二月，这名声在外，搞得金二月压力山大。老师提议先听听他的嗓音，还温柔地安慰他，让他放轻松，随便唱唱就行。金二月深吸一口气，对着乐谱认真唱了起来，虽然心里没底，但表现得还算稳当。老师听完露出了笑容，夸他音准非常到位，这第一关总算试过了。不过专业老师就是专业，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短板，叮嘱他下次唱歌要放松喉咙，多用腹部的力量。金二月赶紧点头答应，表示一定会加倍努力。声乐测试的结果比预想的要好，这让他心里踏实了不少，至少在唱歌这块儿他还没拖大家的后腿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最大的安慰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打算给自己放假。深夜的城市都已经安静了，唯独他的窗户还透着亮光。看这架势，他这是打算趁着这股劲儿把落下的进度全给补回来。金二月对着电脑，完全没发现身后已经站了一个黑影，这一下换谁都得吓够呛。庆成斌打着哈欠问：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在这干嘛呢？金二月缓过神来说：在选下次考核要用的歌。你这突然出现，真能把人吓死。庆成斌一脸无辜：我就是出来喝口水，看你这亮着灯才过来的，赶紧去睡觉吧，毕竟想长到1.8米，睡眠可不能少。不过看这架势，为了这次考核，金二月是真的打算拼命了。庆成斌看他还没睡，凑过来问：考核的歌选的怎么样了？金二月指着屏幕说：目前就挑了这几首，基本都是嗓音能应付得来的。庆成斌听完琢磨了一下，觉得这几首虽然稳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他直接拿过鼠标说：既然要选，不如试试这首，你之前听过没？金二月有点意外，没想到他会主动帮忙。庆成斌笑了笑，说自己也不确定能不能帮上忙，接着就在键盘上一顿熟练的操作。他调出了最新的音乐榜单，指着其中几首说：其实从这里面挑，效果可能会更好，毕竟比起其他成员，金二月现在的处境确实需要一点不一样的突破了。金二月看着眼前的庆成斌，心里突然有点感慨，原本以为他只是个贴心的弟弟，可谁能想到为了能站在舞台上唱跳，他每天都在严格节食，甚至连觉都睡不够。明明才18岁，怎么能做到这么稳重？看着他在舞台上发光的样子，金二月这才明白，想要当好一个队长，到底需要付出多少代价。庆成斌发现他在发愣，疑惑地问了一句，金二月赶紧竖起大拇指，笑着说：没什么，你的建议很有用，我会好好参考的。庆成斌临走前还不忘打气，说你肯定没问题。金二月催他赶紧去休息，毕竟身体才是本钱。庆成斌问他什么时候睡，金二月摆摆手，说自己把这点活收个尾，马上就过去。看着成斌离开的背影，金二月知道接下来的路他必须得更努力才行。看着庆成斌这么拼，金二月忍不住感叹，这家伙确实厉害。不过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，系统突然弹出任务，要求他必须搞定月末考核，而且还得拿个高分。金二月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要是拿不到合格，自己的 KPI 可就彻底泡汤了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朱宇走了过来，问他声乐课练得怎么样。金二月故作轻松地说：还行吧，起码比练舞的时候挨骂少。朱宇看着他，破天荒地问了一句：需不需要帮忙？金二月愣了一下，还是笑着拒绝了，说这些问题他自己一个人能搞定，毕竟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，那他这职场老油条可就白混了。金二月仔细盘算了一下，这支队伍里的怪物实在太多了。庆成斌这种主唱，连唱4首3段高音都不带喘气的，几号更不用说，那舞蹈实力简直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再加上清闲，不仅是说唱担当，那张脸更是无可挑剔的门面。
既然队友们都这么强，金二月心里也有了主意，与其去争那些显眼的位置，不如就当各不起眼的小透明，只要能安安稳稳地当个负责填补声音空缺的副主唱，对他来说就足够了。毕竟在这个圈子里，找准自己的定位比什么都重要。随着他下定决心，系统的奖励也准时到账。看来这一步他算是走对了。忙活了一整天，金二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虽然人是回来了，可这满身的肌肉却没跟着一起回来。尤其是看到几号那结实的后背，金二月瞬间压力倍增。看来以后得拼命挤时间健身了，顺便还得把这张脸给护好。毕竟在这个圈子里，形象就是饭碗。可就在他刚回到房间，准备彻底放松的时候，系统居然又蹦了出来，还甩给他一个发着绿光的日程表。金二月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这系统难道连睡觉的时间都不打算放过吗？他仔细一看，出道日期居然定在2年后，这时间也太长了。金二月试着点了一下修改，没想到还真能动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把日期拉到了最早。可紧接着，系统的警告就弹了出来，说过度修改日程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如果把时间提前，所有的任务和压力都会像滚雪球一样瞬间砸过来。金二月犹豫了一下，但很快就下定了决心。与其在这儿慢慢耗着，不如长痛不如短痛，早点把这些麻烦事全都解决掉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要是老天爷真的站在他这边，他当初也就不会掉进这个烂摊子里了。随着手指轻轻一点，出道日期彻底变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恐怕要变天了。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不把出道日期提前，这个组合就彻底没戏了。夹在2代偶像中间，位置尴尬不说，还要面临1年多的空白期，到时候谁还会记得他们？所以提前出道是唯一的活路。转眼就到了月考的日子 ，UA 娱乐大楼里气氛已经开始紧张了。金二月和清闲正准备出门，就被庆成斌给拦住了，问他们这一大早要去哪。清闲笑着说去散个步，顺便直接去练习室。庆成斌像个老父亲一样，不停地在后面碎碎念，叮嘱他们千万别迟到，还得注意路上的车。最离谱的是，金二月居然还上手捏着清闲的脸，说这张脸可是头等大事，千万别被风吹坏了，出道前绝对不能出差错。清闲倒是很配合，皮了一下回了个礼。这一幕看得旁边的几号整个人都无语了，这打招呼的方式怎么看怎么觉得奇怪。他丢下一句莫名其妙，就直接推门走了出去。金二月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还在纳闷，这家伙今天是怎么了？不过现在可没心思管这些，决定命运的月考已经正式开始了。评审老师一声令下，朱宇第一个站上了舞台，清冷的嗓音瞬间压住了全场。紧接着，几号庆成斌还有庆秀轮番上阵展示实力，每个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。练习室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。就在这时，评审老师喊到了金二月的名字。金二月深吸一口气，走到了聚光灯下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之前的努力够不够，能不能在这个圈子站稳脚跟，全看接下来的表现了。对他来说，今天就是定生死的时候。终于轮到金二月上场了，评审直接点名，问他准备的怎么样。金二月淡定地报出歌名，坐在窗边。评审这下坐不住了，这可是首老歌，没想到他居然会选这个，曲风跨度这么大，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台下的清闲也懵了，赶紧问旁边的庆成斌，这歌到底什么来头？其实这一切都在金二月的计划之中，他早就研究透了娱乐圈的那套评分标准，甚至能精准预测评审给出的分数误差，只要稳住发声和咬字，这一局绝对不能丢分。他拿起麦克风，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这首歌唱的是对过去岁月的遗憾。金二月一直在琢磨，到底该怎么表达这种情绪，是后悔进娱乐圈吗？好像还没到那个份上。直到他想起南京里，想起那些努力全白费的日子，那时候他没日没夜的加班，好不容易熬到项目截止，兴奋的以为终于搞定了，结果南京里看都不看，直接甩出一句全部重做。2个礼拜的加班，眼看就要到期的死线，在那一刻全都崩塌了。这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，简直比什么都真实。金二月握紧麦克风，把这种心碎感全唱了出来。众人全都被这股情绪抓住了。评审们聚在一起开会，聊起了这批练习生的情况。UA 代表先开了口，问大家最近练得怎么样。其实大部分人都挺刻苦，但庆秀最让人头疼。平时练习明明很稳，一到考试就掉链子，这种心态确实挺可惜。朱宇倒是让人很省心，审美一直在线，特别会选适合自己的歌。聊着聊着，话题转到了金二月身上。代表很好奇，问这小子到底是哪儿挖来的。敏珠仅想起当时的情景，还是觉得很有意思。那天他在街头看到金二月正盯着路眼发呆，就那一眼他就知道这人绝对不简单，根本没犹豫，直接就把他带了回来。毕竟这种级别的苗子，要是错过了以后上哪儿找去？但观察了一会儿，他发现这小子有点不对劲。台上的路眼正热闹，金二月却表现得很奇怪，他好像只对某些片段有反应。就在歌手跟观众开玩笑聊家常的时候，台上的吉他手悄悄调了一下琴弦，这动作非常细微，普通观众根本听不出来。可金二月却立刻停下脚步，死死盯着那把吉他。敏珠景这下彻底惊了，难道他连这种极其细微的跑调都能听出来？这已经不是长得帅的问题了，这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。UA 代表听完也感叹，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还有这种本事，看来这次真的是捡到宝了。敏珠景坦白说，当初确实是看中了金二月的脸，但接触下来发现这孩子确实很有灵气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连平时最挑剔的吴恩都忍不住帮他说话，说他不仅有天赋，私底下
还特别努力。这话一出来，全场评审都愣住了。毕竟能让吴恩开口夸人，那简直比中彩票还难。与此同时，练习室里也炸开了锅。清闲兴奋地跳到金二月背上，整个人都燃起来了，直呼这简直太疯狂了。他从来没见过谁第一次测评就能这么稳，这哪里是普通练习生，这简直就是个天才。在清闲眼里，金二月就是那种老天爷追着喂饭的人，长得好唱的顺，甚至连编曲都不在话下，完全就是偶像的未来。面对这种狂热的夸奖，金二月倒是表现得很淡定，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：“我只是尽力了，多亏了大家的帮忙。”这种有实力还谦虚的态度，让清闲更上头了。看来这颗星星是真的要藏不住了。清闲还是那副老样子，赖在金二月背上不肯下来，嘴里还嚷嚷着要向天才学习。金二月虽然嘴上嫌弃，让他别胡说八道，赶紧滚蛋，但最后还是随他去了。毕竟这种打闹也是紧绷练习中难得的放松。不过金二月心里很清醒，虽然刚才评审们夸得天花乱坠，但这并不代表已经稳拿名额了。在结果出来之前，谁都不敢掉以轻心。练习室里的气氛其实挺压抑的，朱宇和几号的状态看起来都非常糟糕，尤其是朱宇，平时看着像个软萌的棉花球，但一提到音乐，他就像变了个人。他的品味非常独特，甚至可以说有点孤僻，喜欢的风格跟公司的形象完全不搭，其他成员也根本理解不了。这种格格不入的坚持，让他现在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。接下来的路恐怕会比想象中更难走。深夜的 UA 大楼门口，只剩下庆成斌和金二月两个人，并肩走在冷清的街头。庆成斌笑着问金二月：“最近适应的怎么样？”金二月无奈的吐了个槽，说：“除了被清闲折磨了1小时，其他都还行。”庆成斌听完乐了，调侃说：“你今天走得挺早啊，平时你可是那个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离开的人。”他看着金二月，眼神里透着一丝不解，问他每天这么拼命，难道真的不觉得累吗？金二月倒是回答得很干脆，既然想留下来，就必须得比别人更努力。好在自己体力还算跟得上。庆成斌沉默了一会儿，语气突然变得有些低沉。他说：“金二月连休息时间都在练习，这种每天逼着自己不断往前冲的劲头，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”他自嘲地低下了头，说自己其实只是个普通人，没办法像金二月那样活得那么用力。这番话一出口，原本轻松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压抑。金二月说道：“你不仅唱歌好听，跳舞也很有天赋，简直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。再看看我，两样都不沾边，完全就是个反面教材。既然以后会有那么多粉丝，现在多吃点苦觉，对是值得的。”听到粉丝这2个字，庆成斌愣了一下，嘴里下意识地重复着：“我的粉丝。”看着庆成斌现在的样子，金二月突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，当初他也是带着这种神情，说自己月底就要辞职了，那种语气和眼神简直一模一样。可是在大家心里，庆成斌一直都是那个最可靠的支柱。清闲觉得他厉害的就像个行走的点唱机，崔几号也一直想学习他那种成熟稳重的说话方式，就连朱宇当初也是因为庆成斌的邀请才决定转行一起做偶像。有些事只有庆成斌才能办到，在所有人眼里，庆成斌就是这个团队的顶梁柱，是那个能把大家聚在一起的人。如果他真的撒手不管了，这个烂摊子谁能接得住？要是没了庆成斌，这个团根本没人能当队长，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连出道都要直接泡汤。金二月意识到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走掉。成斌进去之前，我们能不能聊聊？深夜的公园里，金二月递过去一罐热饮。抱歉啊，外面这么冷，还叫你出来。庆成斌摇了摇头，没关系。金二月看着他的侧脸，总觉得你心里压着事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？庆成斌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口说：“其实是因为考核结果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毕竟排名已经很久没变过了，这种停滞不前的感觉让他压力倍增。因为在这个圈子里，考核的顺序就是按照上一次的排名来定的，这种规则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让他根本喘不过气来。看看这张考核排名表，就能明白庆成斌为什么这么愁了。虽然第5名的庆秀是因为太紧张才没发挥好，但说句扎心的实话，纯论硬实力，庆成斌其实已经是全队垫底了，甚至连练习经验最少的清闲现在都排在他前面。作为队长，实力却成了最弱的那一个，换谁心里都会发虚。金二月看着身边的庆成斌，趁热喝吧，一会儿该凉了。庆成斌低声应了一句，整个人显得有些消沉。金二月心里也跟着犯难，这种时候到底该说点什么才能帮他撑下去？金二月在心里盘算了半天，是该把他一顿猛夸，还是顺着他的话说下去？可这些套路对现在的庆成斌来说恐怕都没什么用。金二月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还是说点真心话。成斌，就算现在还追不上别人，也千万别灰心，只要你像现在这样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你的光芒。庆成斌听得一愣，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？金二月看着他的眼睛，语气非常坚定，那是当然。这番话显然出乎意料。庆成斌坐在秋千上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他可能从来没想过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竟然还有人会这么无条件的相信他。金二月在心里给自己打气，金二月你一定可以的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帮这孩子熬过这段难熬的日子，更是为了自己和姐姐的自由。金二月缓缓开口，因为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已经看到了未来。我刚才瞄到了一眼，或者说未来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了。虽然现在这一刻让你觉得漫长又痛苦，但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会因为现在的坚持而感到无比幸福。庆成斌愣愣地看着他，显然被这番话触动了。深夜的公园里，2个少年并排坐着，但这一刻的约定已经悄悄改变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。
金二月现在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这绝对是他这辈子最丢人的时刻。刚才那些话听起来也太中二了，他甚至想直接拔腿就跑，可没想到庆成斌却一脸认真的说：“哥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心里反而踏实多了。”看着庆成斌重新露出的笑容，金二月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番话没白说。两人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庆成斌的好奇心彻底被勾起来了，他凑过来问：“哥，你这超能力是随时都能用吗？”金二月无奈的回了一句：“那倒不是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。”庆成斌还是不依不饶：“那在那个未来里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”金二月随口答道：“队长啊。”庆成斌听完直接愣住了：“队长，那这团不是很快就要散伙了吗？”金二月刚想解释，眼前突然刷出一片红光，坏了，剧透的太多，直接触发了系统的泄密警告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金二月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这下不仅是剧透的问题，他自己的小命恐怕都要保不住了。金二月为了这事整整纠结了一个晚上，连觉都没怎么睡，现在居然连话都不让乱说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只要涉及到未来的信息，系统就会立刻跳出来警告，这判定范围到底有多大，谁心里都没底。这种未知的规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。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整个人状态都不太对，庆成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关心的问：“昨晚是不是没睡好？”金二月只能随口应付一下，毕竟这种离谱的事根本没法跟别人解释。就在这时，庆成斌突然兴奋起来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。庆成斌突然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能看到未来？”这话一出，金二月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庆成斌就笑着打圆场，让他别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旁边的清闲也凑热闹，问这两个人在嘀咕什么。金二月半开玩笑的警告：“以后可不许再提退赛的事了。”回到练习室，金二月在茶水间碰到了朱宇，这个出了名的高冷评审，正一个人在那接水，气氛本来挺尴尬的。朱宇倒是没说什么，还主动让他先用。金二月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赶紧找了个话题，提到了朱宇之前考核唱的那首歌。他说自己也非常喜欢那首歌，这明显是在主动示好，想拉近两人的关系。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夸奖，一向冷淡的朱宇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朱宇显然有点意外，问他居然也知道那首歌。金二月赶紧趁热打铁，说自己以前在大学社团学过贝斯，那时候经常听朱宇唱的那类曲子。他还不忘竖起大拇指夸一句：“你唱的是真的好。”甚至主动提出以后要是想唱乐队的歌，他可以负责伴奏。看朱宇没拒绝，金二月又顺便把清闲也带上了，说那小子键盘弹得也不错。朱宇听完点点头，直接回了一句：“那到时候把他也叫上。”这关系算是彻底拉近了。金二月心里总算松了口气，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闵珠景突然推门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。这一开口，练习室的气氛瞬间变了，大家最担心的评价结果终于要公布了。闵珠景语气平淡地说：“这次评价没什么大变动，大家有空自己去确认。”金二月在台下听着，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，只要没被直接踢走，就算是个好消息。等闵珠景一走，大家呼啦一下全围了上去。这排名确实没什么悬念，朱宇还是稳稳的第一名，几号和清闲紧随其后，庆成斌也拿到了第4的好成绩。金二月顺着名单往下找，最后在最底下看到了自己倒数第一，这结果完全在预料之中，毕竟他才刚开始追赶，能留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相比于金二月的淡定，庆成斌倒是挺开心的，拉着同伴在那显摆，说自己这次进步真的很大。虽然排名垫底，但金二月心里已经有了底，只要还在这个赛场上，翻盘的机会迟早会来。随着系统的一声提示，金二月又拿到了30点经验值，虽然不多，但蚊子腿也是肉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间日历就翻到了3月。这1个月他可没闲着，把攒下的点数全投进去了。来看看现在的成果，这就是他目前的个人面板。虽然顶着韩平工业代理的头衔，但各项偶像数值确实有点惨不忍睹。声乐才5分舞蹈更是只有可怜的4分，这水平放在练习生里，简直就是垫底中的垫底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毕竟他压根就没往声乐上加点，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另一个地方。这种极端的加点方式，到底能不能让他在接下来的竞争中活下来？金二月发现，这些数值既然能自己往上涨，肯定还有除了刷经验以外的门路。就在他琢磨的时候，系统突然弹出了新的工作指令，要求他在3月评价之前，必须把舞蹈等级提升到5级。这任务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因为3月的这次评价很可能直接决定谁能最终出道。金二月点开奖励看了一眼，结果整个人都无语了。这系统给的都是些什么玩意？一张查看成员简历的试用券，还有3份出道专辑的策划模板，这哪是什么奖励？听着简直就像是换个地方加班。系统这抠门程度也是没谁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既然自己现在的定位是制作人成员，这些东西迟早能派上用场，提前拿到手里，总比到时候抓瞎要强。他站起身，看着窗外，接下来的这一仗必须得赢。清闲一大早就换好了校服，在镜子前转来转去，问金二月自己看起来怎么样。金二月打量了一下，随口回了一句，看着挺老实的。清闲这下可得意了，觉得自己穿什么都帅。结果旁边的崔几浩直接泼冷水，说他平时穿得太花哨，现在穿这么正经反而看着别扭。金二月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今天是他们资格考试的第1天，这帮孩子终于要开学了。清闲顺口问了一句：“程斌和朱宇呢？”崔几浩指了指厨房，说：“程斌在那煎吐司呢。至于朱宇，人家早就通过考试了，根本不用去学校。”金二月走进厨房，看着程斌在那忙活，直接把铲子接了过来。他让程斌赶紧去收拾东西，
准备出发。早餐这种小事交给他这个当大哥的就行。程斌还有点不好意思，问他要不要再多睡会儿。金二月摆摆手，既然大家都这么拼，他这个做哥哥的总得做点什么。金二月这人一旦醒了，就再也睡不着了，索性在厨房当起了大厨，问程斌要不要再加个煎蛋。程斌还没来得及客气，清闲就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，手里攥着2个蛋，嚷嚷着非要加餐不可。这帮孩子总算收拾好要出门了。金二月站在门口，像个老父亲一样不停地念叨，让他们过马路小心点，千万别在外面闯祸。庆秀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，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，说金二月比他亲爸妈还能唠叨。金二月一个眼神扫过去，问他是不是打算在外面乱来，吓得这小子赶紧闭嘴，一溜烟跑没影了。总算把这帮闹腾的送走了。朱宇闻着香味进了厨房，看着桌上的吐司，金二月顺手多做了几份，招呼他们坐下一起吃。看着窗外那群充满活力的背影，金二月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，当高中生可真好啊，不过属于他的挑战也才刚刚开始。崔启浩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，说他说话的口气听着像毕业了10年的老油条。金二月心里咯噔一下，差点脱口而出，问他怎么知道的，还好反应快，赶紧把话咽了回去。朱宇也凑过来打听，问金二月高中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，毕竟他之前说过自己从来没当过练习生。金二月一边啃着吐司，一边含糊其辞地说，本来是想考大学的，结果最后没去成。朱宇这下更好奇了，追着问到底是因为什么。金二月这下犯了难，总不能直接告诉人家自己上辈子已经读过大学了，这辈子纯属意外吧。他脑子飞速转动，想着该怎么把这个谎给圆过去。看着对面2双求知若渴的眼睛，他只能硬着头皮憋出一句，因为家里穷，交不起学费。这话一出口，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。这理由虽然扎心，但总算是把这关给混过去了。朱宇和崔启浩只能尴尬的低头啃吐司，一个劲儿的夸着面包真香。金二月看着这2个人的反应，心里还有点纳闷，这俩人到底怎么了？崔启浩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没忍住安慰了一句，让他别太往心里去，一定要振作起来。金二月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肯定是误会了什么，觉得提到了他的伤心事。不过能听到启浩这种人的鼓励，也算是活久见了。崔启浩赶紧岔开话题，提醒金二月今天必须把舞练完，不然等会儿面谈的时候可就没东西拿得出手了。金二月听得一头雾水，面谈什么时候的事？还没等他问清楚，门外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笑着问他们最近适应的怎么样了。看来真正的考验这就要上门了，这种场面换谁都会压力山大。对面的高层笑着说，别紧张，就是每个月见个面，互相打个招呼而已。金二月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在祈祷，千万别对我抱什么期待，更别像南经理那样带个追星的小屁孩来折磨我。没想到对方话锋一转，开始夸他起步虽晚，但每天练到半夜，这股劲头非常难得，甚至还提到旁边的庆秀一直在说他的好话。这下轮到金二月彻底愣住了。高层喝了口咖啡，随口问起他的宿舍生活，毕竟和季浩清闲住一起，压力肯定不小。金二月倒是很淡定，实验室友们人都很好，自己住得挺舒服。紧接着面试官又抛出一个坑，问他自由练习时间都在干嘛。金二月没整那些虚的，直接说自己哪里不行就去请教其他成员，这态度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诚实。面试官听完更满意了，甚至开始期待他还能拿出什么惊喜。金二月做得笔直，一字一句的保证会针对老师给的反馈，把自己的弱项彻底攻克。看来这次面谈稳了。高层听完哈哈大笑，直夸金二月说话太有水平了，这性格简直就是宝藏。在他眼里，金二月不仅心思细腻，而且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去，这社交能力确实没得说，甚至还拍着他的肩膀感慨，说他这种能调节气氛的人，适应环境比谁都快。金二月听得心里直犯嘀咕，觉得这夸奖实在有点过头了。可对方还没停下来，语气变得越来越认真，直言像金二月这样的人才，不管是在偶像团队还是在任何公司组织里，都是最难得的宝贝。看来金二月这回是真的彻底赢得了高层的信任。高层最后叮嘱他，就按现在的节奏继续努力下去。金二月坐在那里，整个人都有些恍惚，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了。毕竟在以前的公司，在南经理手下，他从来没听过这种鼓励。以前的面谈，除了挨骂就是被否定，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你做得很好，保持现状就行。这突如其来的认可，反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。面谈结束，庆秀让他直接回练习室。金二月主动叫住高层，说自己有件重要的事，必须现在就谈谈。等他推开练习室的大门，清闲已经在那等着了。清闲一看到金二月，立马兴奋地扑了过来。金二月看练习室空荡荡的，随口问了一句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清闲掰着手指头数，几号哥去买东西了，朱宇哥还在练声，至于程斌和庆秀，他们得留在学校拍照片，估计还得等会儿才能到。正说着呢，练习室的大门就被推开了。程斌一进门就没个正形，盯着金二月就开始损，问他刚才面谈没干什么丢人的蠢事吧？这张脸是不是还保得住？看来这帮兄弟凑在一起，练习室又要热闹起来了。庆秀听着程斌在那碎碎念，忍不住吐槽他简直就是个唠叨大王。结果程斌转头就开始教育清闲，让他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那张脸。清闲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觉得程斌是不是有点魔怔，对脸部安全也太执着了。但在金二月眼里，这哪是普通的脸啊，这可都是公司砸了真金白银，以后
要接无数广告的摇钱树。他甚至在琢磨，为了公司这笔投资不打水漂，出道前是不是得给这帮孩子每人都买份脸部保险才稳妥。看来金二月这职业病一犯，真是谁也拦不住。金二月挺纳闷，这帮孩子平时还得去学校，到底哪来的时间练习？程斌解释说，假期基本就是全天候待命，平时因为上的是艺高，学校那边只要保证最低出勤，剩下的时间都能泡在练习室。清闲在旁边听着，反倒开始担心起金二月来，说他每天都练到大半夜，这样下去身体哪能吃得消，还是得找时间多睡会儿。结果金二月一脸淡定，说自己早就过了发育期，少睡点也没事，毕竟这1.83米的大个子，确实有底气说这话。看来在金二月眼里，只要个子够高，熬夜那都不叫事。庆秀还在那嘴硬，说有些人就是发育晚，以后肯定还能蹿一蹿。金二月看着两人这肉眼可见的身高差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，你现在这分明是停工状态啊。在他看来，这都得怪公司太抠门，天天给这帮长身体的孩子吃沙拉，简直是一点营养都没有。要是庆秀最后连1.75米都到不了，公司这帮人估计才会后悔。金二月越想越觉得不行，既然自己现在是制作人，那这帮孩子的伙食高低得给安排上牛奶。他一边琢磨，一边感叹这出道前的琐事真是比想象中还要多。看来这还没正式出道呢，金二月就已经提前进入老父亲带娃模式了。几号和朱宇推门进来，发现大家都已经到齐了，程斌赶紧打了个招呼，练习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。金二月随口问了句清闲，今天有什么打算？清闲说自己那段说唱词还没写完，打算留到晚上再慢慢磨。其实他最近一直在尝试自己写歌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心里还没什么底，索性提议今天大家还是先专心练舞，把基础打扎实再说。金二月暗自点头，没错，路就是要这样一步步走，哪怕现在只是个勉强能写出一首收录曲的新人，但真正的蜕变往往就是从这些不确定的尝试中开始的。看来这支团队的成长之路已经悄悄按下了加速键。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嘻嘻哈哈的清闲，几年后竟然能一个人包揽整张专辑的制作。金二月记得很清楚，后来的清闲经常念叨，最后悔的事就是没能早点开始写歌。虽然为了能稳妥出道，金二月已经把整体进度提前了1年多，但他心里明白，原创作品这种东西真的是越早拿出来越好。既然清闲有这个天赋，那就要趁现在赶紧把他的潜力给挖出来。正当金二月在这儿深谋远虑的规划未来时，清闲突然凑了过来，非要拉着他去干点别的。金二月一脸无奈，心说咱们还是先老老实实练习吧。看来想要把这帮天才带上正轨，金二月还得再费不少心思。金二月正盯着清闲琢磨，到底该怎么操作才能把这小子培养成真正的作曲天才。他干脆直接摊牌了，说以后要好好带他，让他成为团队里的作曲机器。清闲听完都懵了，觉得这目标定的也太离谱，简直是在开玩笑。可金二月却一脸认真，反问他，对一个聪明又有天赋的人有点高要求怎么了？这话一出，清闲直接没词了，显然是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。虽然心里挺受用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抱怨，说要是真能变强当然好，可现在刚开学自己满脑子只想偷懒，真是一点动力都找不着。看来金二月这望子成龙的计划刚开始就遇上了大麻烦。清闲还在那儿磨磨唧唧，说自己没动力，结果金二月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上手一把将他按住。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清闲完全没反应过来。金二月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，说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动力，只要压力给到位，他相信人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。清闲被这股气势给镇住了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应了一声。金二月也没废话，直接下达了死命令，让他现在就去把伴奏给做出来。看来对付这种想偷懒的天才，金二月这招硬和催稿才是最管用的。金二月这一套连招下来，清闲哪还敢说个不字，只能老老实实地点头答应。看着清闲这副样子，金二月心里已经乐开了花，觉得这波稳了，未来的作词作曲天才就这么被他给拿捏住了。清闲坐在地上，半天都没缓过神来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他忍不住大声吐槽，觉得金二月刚才那番话绝对是在偷换概念。可金二月倒好，转头就恢复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好像刚才那个霸道的人根本不是他。看来清闲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，估计就是金二月的套路了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庆秀就直接冲着人群里的几号走了过去，看这架势，显然不是去打招呼的。几号也不是好惹的，眼神犀利的盯着庆秀，谁也不肯退让半步。就在这火药味最浓的时候，金二月推门走了进来，庆成斌就像见到了救星，赶紧跑过去求助，金二月哥，你快管管吧。这突如其来的修罗场让金二月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下好了，金二月直接被夹在中间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，你们两个该不会是在吵架吧？几号这嘴是真的毒，一开口就是火上浇油，直接了当地问庆秀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庆秀这下彻底炸了，根本受不了这种挑衅，眼看两人就要动手，金二月直接站到了两人中间，他没有大喊大叫，反而冷静的让人害怕。他拍着庆秀的肩膀说，生气归生气，但你必须搞清楚重点，要是连为什么吵架都忘了，那这架打的就没意义了。这一套逻辑输出直接把在场的人都说愣了，清闲更是一脸懵，这到底是来劝架的还是来给人上课的？原本剑拔弩张的练习室瞬间安静的尴尬，金二月这波操作确实让人有点看不懂了。
谁都没想到金二月居然语出惊人，他说自己根本没打算劝架，甚至还想在旁边看戏。这话一出，庆成斌整个人都傻了，哪有这么当哥的，居然眼睁睁看着弟弟们动手。几号也觉得莫名其妙，既然不打算管，那你刚才站出来干什么？金二月倒是一脸淡定，他说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得学会体面地沟通，要是实在谈不拢，就找个第三方来评评理。说完这话，金二月转身就想溜，直接了当地说要去练习。这甩手掌柜当的也太顺滑了，可季浩哪能让他如愿，一把将他拦住。既然你提到了第三方，那这个和事佬就只能由你来当了。金二月这下是彻底没招了，本想躲个清净，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看来这麻烦他是非管不可了。系统这时候突然弹出任务，只要解决这俩人的矛盾，就能拿到不少经验值。金二月嘴上说着不想管，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，毕竟谁能拒绝升级的诱惑呢？他仔细分析了一下纪浩和庆秀这两个人现在的关系简直降到了冰点，如果不趁现在解决，等以后出道了，这绝对会变成毁灭性的黑料，到时候网上的舆论能把整个团都给毁了，甚至连他们为了钱财勉强凑合这种话都能传得满天飞。金二月看着系统面板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既然这颗雷池早要炸，那不如现在就由他来亲手引爆，与其等到以后不可收拾，倒不如趁现在把所有问题都摆到明面上来。金二月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，看来这一局他是非赢不可了。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既然是自己提前了日程，那现在的烂摊子他就必须负责到底。看着快要打起来的两人，金二月直接上手，一边一个按住肩膀，语气不容置疑。他说现在练习根本不重要，大家必须坐下来把话彻底说清楚。原本乱成一团的练习室竟然真的被他镇住了，所有人围成一圈，气氛变得异常严肃。庆秀刚想开口辩解，就被金二月一个手势拦住，直接下达了禁言令，让他冷静下来之前别说话。紧接着金二月转头看向纪浩，开门见山地问他到底在烦什么。纪浩显然还没准备好，眼神里透着一丝犹豫，支支吾吾的想敷衍过去。但金二月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盯着纪浩的眼睛，语气温和却极具压迫感。他说大家都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句实话。这下压力全到了纪浩这边，面对金二月的步步紧逼，他还能藏得住吗？纪浩沉默了半天，终于憋出了一句真心话。他说他感觉得到庆秀其实非常讨厌他。这话一出，庆秀当场就炸了，刚想跳起来反驳，就被旁边的清闲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嘴。金二月依然保持着冷静，他一针见血地追问庆秀到底有没有亲口说过这种话。纪浩摇了摇头，虽然对方没明说，但他能感觉到那种嫌弃。他甚至自嘲地反问，难道非要等对方骂出来才能发现自己招人烦吗？这话听着确实有点扎心。金二月也没想到，平时那个独来独往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纪浩，现在竟然学会了去观察别人的脸色，甚至还会因为这种事感到不安和纠结。看着纪浩低落的样子，金二月陷入了沉思，看来他是真的开始在意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了。而另一边的庆秀虽然被捂着嘴说不出话，但眼神里的情绪显然已经快要藏不住了。纪浩觉得庆秀对他的嫌弃简直隔着100米都能闻到，既然这样，不如干脆把话挑明。庆秀坐在地上沉默了半天，终于开口说他其实并不讨厌纪浩，但他接下来的话却比讨厌还要扎心。他说两个人只是磁场不合，而且他压根就没打算去迎合纪浩的步调。这下轮到纪浩不解了，他追问庆秀为什么会把话说得这么绝。庆秀停顿了一下，手指下意识的抓紧，显然是在压抑情绪。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直接了当地指责纪浩，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团体活动的动力。在庆秀眼里，纪浩对这个团队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根本没把大家当成队友。这番话像刀子一样，直接捅破了最后的体面。练习室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面对庆秀这么直白的指责，纪浩这回怕是彻底没话说了。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，金二月眼前的系统面板竟然又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，这可把他吓得够呛。趁着大家冷静下来的空档，金二月赶紧研究起这个新功能。原来这玩意儿能查看成员之间的合作状态。他盯着不远处的纪浩和庆秀，打算先拿这两个人练练手，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系统提示需要输入组合名，金二月想都没想，直接填了粉丝们最常用的称呼“大哥沫子组”。本以为这波操作稳了，谁知道下一秒屏幕上竟然弹出了巨大的红叉，系统直接拒绝了这个名字，理由更是离谱，说这个名字跟事实完全不符。这下金二月彻底懵了，明明是公认的称呼，系统凭什么说不对？难道这两个人的关系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金二月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因为自己的加入，让纪浩不再是最大的那个，而庆秀也不再是最小的了。难怪系统说名字不符，可还没等他想明白，系统面板就开始疯狂报错，满屏都是红色的警告。看着系统给出的评价，金二月简直无语到了极点。看来在系统眼里，纪浩和庆秀这两个人形象实在是差得没边了。没办法，为了能顺利推进任务，金二月只能耐着性子重新给这两个人起名字。他盯着不远处的两人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，既然之前的名字不行，那就换个思路试试。随着他在面板上飞快地输入新名字，耳边终于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提示音。系统这回总算满意了，显示组合名已经确认。金二月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。组合名居然叫砂纸组合，连系统都觉得庆秀和纪浩这两个人实在是太难搞了。就在这时，金二月发现情况不对，系统界面居然又变了。他现在不仅能看到数值，甚至能直接看到这两个人的心里话。
几号一脸冷淡，心里却在发愁，根本看不透对方在想什么。而另一边的庆秀居然觉得心里委屈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这两个人对彼此的误会比想象中还要深。金二月看着眼前的庆秀，觉得这理由甚至有点可爱，只要不是互相讨厌，那这事儿就有和好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剧情又开始往前推了。金二月干脆直接开口问庆秀：“你到底在委屈什么？”庆秀这下憋不住了，开始大吐苦水。他说每次找几号练习，对方总是一副全都会了的样子，几号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对动作。而且这种事已经不是发生一两次了，在季浩眼里，好像只要他自己表现得好，其他人的配合根本不重要。这下矛盾点总算找着了，原来这个组合最大的问题全出在几号身上。庆秀心里很清楚，对方说的话其实没毛病，但他就是听着不舒服。金二月在一旁看着，知道这心结必须得解开，他转头直接问几号：“你为什么不想跟大家一起练？”几号倒也干脆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不是不想，而是觉得没意义。”在他看来，如果一起练习没有进步，那就是在浪费时间。金二月听完沉默了一下，他心里明白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很正常。金二月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料到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既然大家要一起准备出道，那团队合作肯定和个人能力一样重要。几号听完还是不服气，直接反驳道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个人能力的提升就不重要了吗？”金二月倒也没退缩，心平气和地告诉他，偶尔跟大家一起练几次，并不会让你的水平退步。以后要是庆秀找你练习，你就当他是想跟大家一起努力，这样想心里会好受点。他这种性格能主动找你说话，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几号在旁边听得一脸无语，主动说个话，至于被夸成这样吗？金二月转头就开启了吐槽模式，你要是不服气，就数数自己一天能说几个字，心里就有点数了。这一句话直接把几号给对没词了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。清闲跑出来补了一刀，庆秀平时确实不爱找哥哥们玩，这下好了，高冷人设算是彻底崩了。金二月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希望他们以后别每周都这么折腾一回。不过这波调停也没白费。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，因为成功解决了成员间的矛盾，金二月直接拿到了20点经验值，看着进度条在涨，这心里的累总算没白受。转眼到了深夜11点，宿舍里总算安静了下来。清闲一个人坐在电脑前，正对着编曲软件出神。谁能想到，平时看着最爱闹腾的他，认真起来居然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清闲对着电脑忙活了半天，总算能停下来歇口气。他觉得刚才那阵子状态简直好的没话说。他兴冲冲地跑去跟金二月安利，说这个番茄工作法真神了，只要闹钟一响，注意力立马就能集中起来。金二月在旁边点了点头，承认现在的效率确实比刚开始那会儿快多了。结果清闲话锋一转，突然有点委屈地问：“哥，你都叫庆秀早点去睡，怎么偏偏不叫我呢？”金二月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：“因为你看上去就算少睡那么一会儿，个子应该也能长得挺高。”这一句话直接把清闲给整不会了，这区别对待的理由还真是让人没法反驳。他忍不住小声抱怨了一句：“你这么说也太过分了。”金二月看他这么辛苦，就劝他说：“要是实在不想做，其实也没必要勉强自己。”结果清闲这孩子还挺倔，说要是现在放弃，那也太伤自尊心了。金二月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。既然让这么小的孩子熬夜干活，自己一个人跑去睡觉，确实有点太厚脸皮了。于是他干脆坐在一旁，一边陪着清闲，一边在笔记本上规划接下来的任务。他试着把几项工作组合了一下，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，系统直接弹出了确认提示。金二月扫了一眼面板，发现经验值已经攒到了90，离升级就差那么临门一脚。他在心里直犯嘀咕，剩下的这10点经验值，总不能指望他从天而降吧？看来想要顺利升级，还得再加把劲才行。清闲打着哈欠，催着金二月赶紧去睡觉。金二月回了一句：“你辛苦了，先去睡吧，我再忙一会儿就来。”清闲忍不住吐槽：“哥难道是头大象吗？怎么天天都不带睡觉的？”金二月听了这话也挺纳闷，这小子平时看着不爱学习，居然还知道大象一天只睡2小时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界面突然刷的一下弹了出来，因为金二月的这份坚持，意外得到了成员的认可，直接触发了隐藏任务，10点经验值瞬间到账，进度条终于顶到了头，100分满分，这下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金二月看着满格的经验值，心情那是相当不错。他突然叫住清闲，冷不丁夸了一句：“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。”清闲被这突如其来的夸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金二月就笑着摆摆手，催他赶紧回屋睡觉。看来这经验值一满，连说话的底气都不一样了。金二月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，打算先把点数都加在唱跳的熟练度上，毕竟硬实力才是王道。就在点数分配完的一瞬间，系统突然弹出了一个新奖励，居然是其他成员的简历查看试用券。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既然目标是和这帮人一起出道，那就必须得搞清楚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水平。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面孔，金二月陷入了沉思。既然这张试用券只能先看一个人的底细，那到底该选谁呢？他指尖在屏幕上划过，最后停在了一个位置，就决定是你了。金二月点开了庆成斌的简历，好家伙，人家可是当了5年的练习生，舞蹈数值直接顶到了8分。金二月对比了一下自己，发现两人的数值竟然只差了那么2-3点。可他心里很清楚，庆成斌跳起舞来，那简直是降维打击，完全不像只差这么一点的样子。金二月坐在沙发上琢磨，这事儿
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是自己靠系统走捷径，加出来的点数水分太大，要么就是到了高分段，每一分之间都隔着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。既然舞蹈这块短时间内很难有质的飞跃，他决定换个思路。他打算先把精力全都放在唱歌的练习上，毕竟想要全方位逆袭，就要一个一个短板去补齐。看来想要追上这种级别的对手，光靠系统加点恐怕还远远不够。金2月跟着大家来到公司录音室，本来以为今天还是看庆成斌一个人表演，结果职员突然宣布，社长想让大家都轮流试试，全当是攒经验。金2月看着在录音间里专业范儿十足的庆成斌，悄悄凑到朱宇耳边打听，这歌录这种 demo 很久了吗？朱宇压低声音回了一句，据他所知，庆成斌已经录了快2年了。金2月心里咯噔一下，难怪人家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子老练，这确实是实打实的才华。旁边的清闲也凑过来搭话，说庆成斌可能早就包揽了俊浩前辈所有歌曲的样带录制等等。俊浩前辈，金2月在脑海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，总觉得在哪里听过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终于对上号了。难道大家说的就是那位家喻户晓的顶级抒情歌手张俊浩？如果庆成斌一直在给这种级别的大佬录样带，那他的实力恐怕早就超出了练习生的范畴，这哪里是普通的竞争对手，这简直是提前在和职业选手过招。这就是俊浩出道即巅峰的抒情歌手，除了那首成名曲，他在圈子里其实挺低调的。原来庆成斌以前一直都在给俊浩唱导唱，难怪这2个人的音域和音色听起来这么像。本以为这次录音能像之前一样大赚一笔，结果系统提示音一响，直接让人傻眼了，经验值居然只给了5点，这奖励缩水的也太厉害了。难道是因为这种程度的挑战已经不够看了吗？这破系统真是说改就改，连个理由都不给，奖励经验值直接砍了一半，简直是在明着坑人。不过在别人眼里，他这表现简直稳得不像话。第一次进录音室，居然连一个音准都没跑。俊浩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，夸他是个天生的歌手，这评价在新人里绝对算天花板了。金2月嘴上客气地道谢，心里却跟明镜似的。这种彩虹屁听听就行，毕竟公司对新人的耐心也就只有这么一丁点。跟庆成斌这种级别的比起来，自己这个副主唱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这种时候除了拼命练习，根本没有别的出路。正想着，清闲突然凑过来问大家，下回测评的歌都定好了没？庆成斌倒是一脸轻松，说自己早就挑好了。清闲转头看向金2月，想知道这位大哥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。金2月这周也挺发愁，测评曲目还没定下来，时间可不等人。庆成斌倒是挺热心，非要帮他一起挑，说是每天早上吃人家的吐司，总得帮点忙，心里才踏实。金2月对选曲的要求可不低，他不想随便唱，而是想找一首能针对上次短板打翻身仗的歌。庆成斌拍着胸脯答应了，毕竟这家伙可是行走的曲库，什么歌都难不倒他。一直没说话的朱宇突然开口说，金2月看起来稳得可怕，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紧张是什么。庆成斌也在旁边点头，想起第一次乐评的时候，金2月那副淡定的样子，确实不像个新人该有的状态。朱宇还在担心紧张感的问题，金2月心里却在苦笑，自己这把年纪早就不知道紧张是什么滋味了。可一进练习室，这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。崔几浩这人平时看着挺稳，叫起舞来简直是个疯子。他死拽着金2月的胳膊，盯着镜子里的动作，语气冷得像冰渣子，说这角度根本就没对上过。崔几浩越说越火大，直接在金2月耳边吼了起来，问他这身体是不是木头做的，怎么教都记不住。金2月被吼得耳朵都要聋了，心里也是一阵无语。崔几浩最后干脆把手一撒，直接下了死刑判决，说金2月真不是跳舞的料，入职1个月还能这么废的，他还是头一回见。正好庆成斌他们要回宿舍，看金2月还没打算走，就顺口问了一句。金2月摆手让他们先撤，自己还得再磨动作。等大家都走干净了，练习室里只剩下庆秀和金2月。庆秀突然叫住金2月，语气听着比刚才软了不少，能不能耽误点时间？金2月虽然觉得奇怪，但还是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两人就这么并排坐着，看来庆秀憋在心里的那些话，终于打算要说出口了。看着庆秀在那儿磨唧唧，金2月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平时雷厉风行的家伙，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他干脆主动出击，让他别在那儿藏着掖着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庆秀低着头沉默了半天，终于憋出了一句，问金2月能不能教他到底怎么做才不会紧张。这话一出来，金2月整个人都懵了。庆秀还在那儿自言自语，觉得可能是金2月天生大心脏，所以才不管遇到什么场面都能表现得那么淡定。看着庆秀这副纠结的样子，金2月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金2月摇了摇头，说自己以前其实也怂，一遇到大事就紧张的不行。庆秀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精神了，赶紧追问到底是怎么改掉的。庆秀语气平淡的吐出几个字，说是被骂出来的，以前在职场上天天被上司指着鼻子喷，喷着就习惯了。庆秀听得一愣的，完全没法想象这种画面。金2月接着传授经验，说他会故意模拟最难受的场面，就像实战演习一样，反复确认自己该怎么应对。庆秀听完更郁闷了，说自己也试过对着镜头练，可最后还是没啥效果。金2月一针见血的指出，那是因为压力还没给够，如果练习的时候太舒服，真到了关键时刻，该掉链子还是得掉链子。庆秀听得直挠头，问到底该怎么制造那种压力。金2月想了想，提议说要不自己来当考官，帮他搞个模拟面试，这也算是还了庆秀白天帮他纠正动作的人情。
庆秀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金二月却一脸自信的笑了，说演那种难搞的老板可是他的拿手好戏，绝对能让庆秀压力山大。眼看时间不早了，两人这才准备离开练习室。金二月看着身边的庆秀，心里暗暗感叹，这家伙虽然平时看着挺傲，但为了进步，竟然连几号都敢去请教，确实不是个会害羞的主。金二月最后叮嘱了一句，以后有这种事直接开口就行，没必要在那儿纠结半天。看来这两个人的关系总算是要破冰了。庆秀主动凑了过来，说发现金二月最近挺忙的，好奇他每晚和清闲在折腾什么。还没等金二月开口解释，庆秀就一脸热血的表示，既然这么想进步，那以后加练也算他一个，明天就开始。金二月这下彻底愣住了，本想找个帮手，结果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。两人的关系也因为这次特训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庆城兵一进入教练模式，简直像变了个人，语气犀利的不行，直言金二月的动作太笨重，一点美感都没有。金二月只能一边道歉，一边咬牙坚持，庆城兵却丝毫不松口，连后背挺直这种细节都不放过。就在这时，清闲也跑来凑热闹，想看看这两人到底在练什么。结果推门一看，清闲整个人都傻了。庆城兵正对着金二月疯狂输出，从嘴角上扬的角度到眼神停留的位置，足足训了20分钟没停嘴。看来这偶像队长的特训真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。清闲终于彻底崩溃了，在练习室里嚎得惊天动地。旁边的庆城兵和金二月倒是一脸淡定的在吃瓜，甚至还觉得清闲这反应挺有意思的。就在这种吵闹的日常里，金二月那边却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任务，对方要求他拍一张照片，而且必须把那份保密合同也拍进去。金二月看着手里的手机和文件，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难道是有人偷偷动过这些东西？虽然心里犯嘀咕，但他还是按照要求对着合同拍了几张。随着快门声响起，屏幕上显示任务已经搞定，可这看似平常的操作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，谁也说不准。金二月看着手机里的任务反馈，随口嘟囔了一句，没想到这事儿办起来这么容易，甚至还顺手拿了点经验奖励。可就在他翻看相册的时候，一张照片让他停下了动作。照片里的人竟然是庆城兵和俊浩。金二月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两个人平时看着没那么熟，怎么会私下单独碰头？他下意识地往门外看去，结果刚好撞个正着，隔着门上的玻璃窗，庆城兵和俊浩就在里面，似乎正在商量着什么。谁也没想到俊浩会突然在大庭广众下彻底失控，他像是受了什么刺激，对着庆城兵就开始大吼大叫，甚至拿起水瓶狠狠地砸了过去。这一下来的太突然，庆城兵根本没时间反应，只能下意识地举起手护住头，水瓶擦着他的身体飞了过去，场面一下子乱成一团。金二月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家伙是不是彻底疯了？庆秀推开门，原来你们都在这。俊浩推了推眼镜，看着眼前这个生面孔，金二月弯腰行礼，在一旁仔细打量，看庆城兵身上没带伤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可他心里还在后怕，要是刚才那疯子真动了手，这张脸怕是就毁了。就在这时，俊浩突然叫住了他，语气里全是怀疑。练习生按规矩是不能带手机的吧？金二月下意识把手往后缩，赶紧找借口解释，说自己情况特殊，是拿到了许可才用的。这谎话一个接一个，眼看就要圆不上了。俊浩根本不信他的鬼话，直接伸手要看手机。金二月这下没法躲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递过去。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，俊浩盯着屏幕翻了半天，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俊浩才把手机递回来，随口说了句拿走吧。金二月赶紧接过来道谢，心里总算落了地。看来刚才那些秘密应该还没被发现，这关算是险些闯过去了。可接下来的路只会越来越难走。其实在进屋之前，金二月就已经把手机里的东西全部删得干干净净。他稳住心神，突然盯着俊浩问了一句，前辈程兵是犯了什么大错吗？非要被你这么训？俊浩显然没料到这个新来的居然敢这么顶撞。金二月接着说，刚才在外面看着，还以为程兵被欺负的有多惨。程兵吓得赶紧拉住金二月，连声解释说不是那样的。俊浩冷笑了一声，顺着话茬阴阳怪气的重复，听见没？人家自己都说不是了。金二月根本没打算退让，如果真的只是个误会，前辈你大可以提醒一句就完事。俊浩被对的有点下不来台，反倒教训起金二月来，让他别到处乱说话，还讽刺他这人一点都不聪明。金二月看着地上被摔飞的水瓶，心里的火彻底压不住了。就算程兵真的做错了，一个快40岁的大男人，难道就能对着毛都没长齐的孩子随便摔东西撒气吗？前辈，我觉得该小心说话的人是你，我这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怕别人看见了会误会，对您的名声不好。这话一出，俊浩彻底破防了，猛地站起来大吼，你现在是在叫我做事吗？这下子场面是真的收不住了。金二月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我现在真的在考虑，这种动不动就抢别人手机，还美其名曰检查新人的公司，到底还值不值得我待下去？俊浩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一句话也接不上来。现在的局面对俊浩来说简直是死局。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自己现在就像个光脚的，根本不怕穿鞋的。他才刚进这个圈子，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，回社会上当个普通人。但俊浩这种老油条，在圈子里混了这么久，最怕的就是名声臭了。如果抢手机毁证据这种烂事真的被捅到外面去，后果他根本承担不起。金二月这一招直接掐住了对方的命门，接下来的每一步，俊浩都得看他的脸色了。如果俊浩欺负新人的事传出去，网上的唾沫星子都能把这老家伙给淹死。俊浩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，
只能指着金二月的鼻子放狠话，让他把嘴闭紧了。说完，他猛地摔门冲了出去，那动静大的感觉门轴都要被他摔断了。程斌被这阵仗吓得不轻，赶紧过来问金二月有没有事。金二月一脸淡定，他心里清楚，这场心理战自己已经赢了个彻底。比起这个，他现在更担心的是程斌接下来的处境。金二月看着眼前的程斌，语气虽然平静，但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量。咱们得好好聊聊了。程斌心里其实一直憋着一股劲，他觉得自己这几年的汗水绝对不会白费，可现实往往比梦想残酷得多。可赞美程斌一个字都听不进去，他脑子里全是那些刺耳的声音，说他录音录得像垃圾，说他的声音根本没市场，听2句就让人想换台。最狠的那句直接戳在了他的心窝子上，你这种水平还要当主唱，是想让整个团跟着你一起完蛋吗？这些话像诅咒一样，没日没夜的折磨着他。程斌觉得自己就像在火海里狂奔，1秒钟都不敢停下来。他总觉得如果自己不拼命，就真的会像那些人说的一样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这种快要窒息的压力让他只能不停地跑，直到彻底透支为止。这种看不见头的迷茫简直要把程斌给逼疯了。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庆秀对他说了句话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看到你的光芒。程斌有些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句，真的吗？其实在听到这句话之前，程斌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，不管怎么努力都够不到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可他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最想听到的就是这一句认可。他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，该死，这种被人看穿又被救赎的感觉真的让他快要疯掉了。可接下来的路他终于知道该往哪走了。几号这下是真的炸了，他破口大骂，那家伙简直是疯了。金二月赶紧一把拦住他，虽然心里也憋起火，但还得顾及旁边的几个弟弟，别在孩子们面前说脏话。在金二月看来，做人做事总得有个底线。他不明白，俊浩好歹也是个出道艺人，难道就因为被一个新人指点了几句，自尊心就受不了了？看着俊浩那副嚣张的样子，金二月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。为了这帮孩子能顺利出道，他1个月加班超过20个小时，连他这个幕后都在拼命坚持。你张俊浩到底算老几？凭什么在这儿撒野？这笔账迟早要算个清楚，但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，得先把事情解决了。他转头问程斌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？程斌低着头，语气里全是疲惫。他说关于那个前辈，自己1秒钟都不想再多见，哪怕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也不想再有任何交集。金二月点了点头，确实跟那种烂人纠缠下去，只会让自己更恶心。为了防止再出意外，金二月当场立下了规矩，从今天起在公司里绝对不能落单，必须2个人一组行动。他还特意叮嘱庆秀、程斌放学的时候一定要多盯着点。大家虽然暂时松了口气，但清闲还是有些担心，万一那个导唱的邀请又发过来了呢？看来这事儿还没那么容易翻篇。为了把这事儿彻底了结，金二月在心里发了狠，哪怕练到嗓子冒烟，他也打算亲自去会那个混蛋。他转过头，一脸严肃地叮嘱程斌，帮我办2件事。第一，等你心情平复一点了，把那个人欺负你的证据全部整理好交给我。至于第2件事，永远别觉得自己差劲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程斌愣了一下，轻声答应着，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金二月看庆秀压力太大，故意开了个玩笑，说你要不干脆躺地上，再试着爬起来。没想到庆秀这实诚孩子，二话不说直接躺平了，搞得金二月哭笑不得，赶紧解释自己只是在逗他。看着庆秀躺在地上的样子，金二月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，明明有着一身本事，却因为心态问题发挥不出来，换谁都会觉得憋屈。等庆秀缓过劲儿来，金二月拉他起身，打算从头再练一遍。别说这招躺平大法还真管用，庆秀现在的动作明显比刚才自然多了。庆秀也笑着说，可能是因为跟哥带久了，慢慢就没那么害怕了。金二月摸着下巴，难道是因为自己平时太温柔，看起来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？是不是该把那个一脸凶相的几号叫过来盯着这小子练习，效果才会更好？金二月忍不住问庆秀，你老实告诉哥，我是不是看起来挺弱的？在我自己看来，我觉得自己长得挺普通，甚至还有点面善。庆秀听完这话，整个人都犹豫了，支支吾吾半天不敢开口。金二月让他别磨叽，有什么大实话赶紧说，反正这小子平时说话也从来不加滤镜。庆秀深吸一口气，其实光看你这张脸就觉得超级恐怖啊。这话一出来，金二月彻底没词儿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弟弟眼里居然是个自带恐怖片效果的狠角色。庆秀还没打算停，接着爆料说，清闲第1次见他的时候，还以为是哪位导演大驾光临。金二月心里一阵无语，这群家伙到底在想什么？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据说连朱宇当初都被吓得不敢好好吃饭。看来金二月这自带的气场确实让大家压力山大，完全不需要担心镇不住场子的问题了。折腾了大半天，金二月总算能回屋歇着了，看着镜子里这黑眼圈，真是愁得不行。本以为这下能清静了，结果清闲这小子大半夜拿着电脑冲过来，非要显摆他刚写好的旋律。金二月这会儿正记仇呢，直接把刚才的话甩了回去，说这种专业问题去问专业人士啊，问我这个长得像导演的人干嘛？清闲一下子就愣住了，这语气这用词简直太熟悉了。他立马反应过来，绝对是庆秀那家伙又在背后乱嚼舌根了。金二月也没多想，既然清闲这么有兴致，那就听听看这小子到底写了点什么。清闲倒是挺紧张，让金二月评价的时候千万要温柔一点。金二月接过耳机，心里还在嘀咕，自己又不是什么专业人士，能听出个什么名堂？可就在音乐响起的瞬间，金二月整个人都定住了。
这旋律，这节奏，简直太熟悉了。这不就是清闲在未来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神级单曲吗？谁能想到这首未来的成名作，竟然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？这歌比起金2月记忆里的版本，简直是脱胎换骨，好听了不止一个档次。他刚想夸两句，说自己虽然不懂专业乐理，但真的觉得这曲子绝了。清闲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要蹦起来了，那股兴奋劲儿挡都挡不住。金2月赶紧示意他小声点，这大半夜的可别把大家都吵醒了。不过金2月也挺纳闷，这歌跟初稿比起来，改动实在是太大了，到底是什么让他转了心？清闲这才说出了心里话，原来他改这首歌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这帮兄弟。朱宇想要更有力量的表达，庆秀想要更炸裂的编舞，而程斌想要那种能瞬间点燃全场的节奏。为了满足这帮人的愿望，清闲这是把整颗心都掏出来写进歌里了。只要大家喜欢，他辛苦点儿也值了。金2月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，这哪是什么风格啊，分明就是这帮人品味太乱套了。清闲越说越起劲，说为了让这首歌更有冲击力，他甚至想出了一个超级离谱的点子，他居然想在歌里加一段6米高的金属号角声，那场面光是想想就觉得耳朵要炸了。金2月听得一阵无语，这动静确实够大，大到能把舞台都给拆了。不过看着清闲这副为了创作拼命的样子，金2月心里也挺不是滋味。他拍了拍清闲，说这段时间辛苦了，虽然离成功还有段距离，但今天必须得早点睡。清闲这回倒是挺听话，乖乖起身回了房间。这一晚总算能安静一会儿了。清闲临走还不忘叮嘱，让金2月也早点休息。金2月看着这小子回屋的背影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看来这段时间真是把他给累坏了。他转头看向电脑屏幕，本想帮着整理一下，结果盯着那复杂的编曲软件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玩意儿到底该怎么操作？还没等他研究明白，3月份就这么一晃而过。金2月的生活简直开启了地狱模式，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一会儿得盯着大家伙吃饭，一会儿还得变身心理导师，给清闲加油打气，催他写歌。成员之间闹点小别扭，也得靠他出面调解，甚至连模拟测评这种大事，他都得亲力亲为。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现在可不是分心的时候，他必须得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接下来的考核上。系统面板也在这时候弹了出来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进出道组，拿到那20点经验值。金2月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眼前的考核现场，这一步要是走错了，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随着报幕声响起，真正的考验终于开始了。3月份的月度考核终于轮到庆秀上场了。等他表演完鞠躬致谢的时候，全场都安静了几秒。庆成斌在台下看得直发愣，这表现简直太惊人了，完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。金2月心里忍不住感叹，这小子今天真是神了，整场表演下来，居然连一个微小的失误都没有。评审席上的职员更是激动的直接站了起来，看那架势，恨不得现在就让他出道。现场的气氛一下子被推到了最高点。看着大家伙儿的反应，庆秀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段时间没日没夜的练习，在这一刻全都值了。终于轮到金2月上场了，评审席上的敏珠紧盯着他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起来。在偶像这个行当里，年轻确实是最大的本钱，但金2月这孩子虽然年纪在练习生里算大的，可这态度和底子真是让人没话说。要是再让他等上几年，那可就真把人才给耽误了。老师心里比谁都急，恨不得现在就送他出道。看着金2月站在台上的样子，大家伙儿都在心里捏了把汗，希望他今天能超常发挥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评审老师翻了翻资料，突然开口问了一句：“你唱歌和跳舞居然选了同一首歌？”金2月没有犹豫，直接点头承认了。这件走偏锋的一招到底能不能成？评审老师突然加了难度，想看看金2月能不能边唱边跳，这可是最考验基本功的。闵珠锦心里其实挺犯嘀咕，毕竟这种高强度表演最怕的就是呼吸乱了节奏，一旦喘不上气，整场表演就全毁了。没想到金2月一点没犹豫，直接点头答应下来，那股子淡定劲儿反而让闵珠锦愣住了。等金2月真正动起来的时候，闵珠锦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果然没看错这小子，这基本功扎实的让人没话说。考核一结束，金2月又回到了职场状态，办事还是那么滴水不漏，连会议室预约这种小事都提前跟人核对的清清楚楚。这种干啥都靠谱的人，确实让人没法不放心。职场上的时间，那真是1秒钟都耽误不起。职员在门口催得紧，说10分钟后还有下一场会。评审老师们低头看了看表，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，这时间确实不够用了。要是让练习生把一首歌翻来覆去唱2遍，那得折腾到什么时候去？大家伙儿心里想的都一样，既然唱和跳看着都不难，干脆让他一次性全展示了，这样效率最高。谁能想到，这所有的心理博弈全在金2月的算计里，他早就研究透了公司的这套决策流程，知道评审们在想什么，所以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意外。看着局面正按计划进行，金2月心里总算踏实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评审席点了点头。那我开始了，真正的重头戏现在才算正式拉开序幕。说起这次月评选的歌，清闲在宿舍里好奇的打听：“哥，你定好曲目了吗？”金2月随口应了一声，选了那个最近特别火的前辈团。清闲一听就来劲了，那团现在可是红透半边天，连路人都能哼上2句。可记浩听完却皱起了眉头，那团的主打歌编舞强度大的吓人，你确定自己能吃得消？金2月不紧不慢的解释：“其实我选的是非主打。”几号这才松了口气，那还行，你应该没问题。其实金2月心里早就有数，他观察过公司对朱宇的要求，
发现公司一直追求的就是那种最标准的偶像风格，既然想拿下副主唱的位置，就要投其所好。庆成斌看了看歌单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，觉得这曲子选的确实有眼光。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选这种非主打歌唱腔上没那么大压力，编舞难度也刚好在掌控范围内。只要这次乐评能稳扎稳打，按计划拿到好名次，那离出到位的目标就真的只差临门一脚了。不过他也明白，策略归策略，私底下还是得拼了命去练，直到把唱和跳完美融合在一起。现在终于轮到他站在聚光灯下，评审老师们都屏住了呼吸，想看看这个一直很稳的新人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金二月握紧麦克风，第一个音符响起的瞬间，全场都安静了下来。他在台上的这一嗓子确实惊艳到了不少人，评审老师们听得目不转睛，显然是被他的表现给吸引住了。系统界面唰的一下跳了出来，出道组名单正式确认，经验值直接拉满。看着眼前的提示，金二月沉默了很久。接下来的路姐姐一定要为我加油啊！这一步迈出去，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这一刻，金二月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了偶像出道组的一员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准备了精致的草莓蛋糕，庆祝这个重要的时刻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温馨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庆成斌笑着招呼大家，马上就要检查体重了，大家就稍微尝尝味道吧。成员们齐声答应着，虽然嘴上说着要克制，但心里的喜悦早就藏不住了。清闲一边往嘴里塞蛋糕，一边兴奋地竖起大拇指，进了出道组就是爽，再也不用担心那些烦人的月考了，以后咱们就能全身心投入练习。大家正聊得起劲，觉得练习室开到凌晨2点，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几号看着眼前的美味，忍不住伸手想拿第二块，毕竟这种庆祝的机会可不多。可就在他的叉子刚要碰到蛋糕的那一刻，一只手突然按住了他。庆秀笑眯眯地伸出一根手指，语气温柔，却让人脊背发凉。各位别忘了，明天还要检查体重。这一盆冷水泼下来，刚才还热闹的气氛瞬间就安静了。大家看着剩下的蛋糕，只能默默收回了手。看来偶像的自律生活从这一刻起就已经正式开始了。庆成斌还在一旁碎碎念，说以后不仅要拼命学外语，还得练出一身拿得出手的个人技。金二月听着这些，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。进了出道组，手机管的是越来越严了，这日子确实没以前那么自由。就在他走神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刷的一下跳出了蓝色的系统任务。金代理，这次的策划个像样的团建活动，既要新鲜，还得带点复古的高级感。紧接着，真正的重头戏来了，系统下达了核心指令，确定出道专辑的视觉概念。看到这一行字，金二月整个人都认真了起来。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，这不仅仅是一个任务，更是决定他们未来走向的关键。既然机会已经摆在面前，那就必须拿出点真本事了。想要定好出道专辑的概念，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。金二月在心里反复盘算，既要突出大家的身材和颜值，还得完美是配清弦写的曲子，最关键的是市场的买账，那帮挑剔的成员们也得点头才行。深夜的房间里只剩下敲击键盘的声音，金二月一个人对着电脑疯狂查阅各种资料。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些东西。金二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死死盯着屏幕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显然发现了一些完全意料之外的信息。这照片里的人确实是他，他忍不住喊出声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而且他非常确定自己从来没穿过这种衣服，更没拍过这种照片，这简直就像是见鬼了。就在他还没回过神的时候，键盘上突然掉下来一张便利贴，紧接着头顶上方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还没等他抬头看个究竟，无数张便利贴就像决堤了一样，哗啦啦的从天而降，整个房间瞬间炸开了锅。金二月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直接叫出了声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四周一片死寂。原来刚才那些诡异的画面全都是一场梦。他坐在床边缓了好半天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不管以后策划什么概念，绝对要离便利贴远一点。那玩意儿简直是心理阴影。等心情平复下来，金二月躺回床上，突然想起了一件正事，系统之前给的奖励，那几个出道专辑的策划模板，他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打开看。梦已经醒了，那就要赶紧进入工作状态。他随手点开了系统界面，一个发着蓝光的奖励包就这么悬浮在半空中，这就是决定他们出道风格的关键大礼包。金二月盯着屏幕，深吸一口气，真正的挑战现在才算正式开始。系统给出的策划包一共分成了3个部分，金二月盯着屏幕，心里忍不住犯嘀咕，当个打工人好歹还有工资呢，可他现在这种没日没夜的爆肝，简直是在透支生命。照这么折腾下去，状态只会越来越差。第二天一早，金二月整个人还是迷迷糊糊的。清闲一边系着领带，一边关心地问：“哥，你昨晚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听你睡觉的时候动静挺大的。”金二月长舒了一口气，相比起昨晚那个诡异的梦，这种平淡的日常反而让他觉得无比踏实。庆成斌看着眼前的金二月，忍不住感叹：“哥，你昨晚肯定是被噩梦缠住了吧？”金二月还没完全清醒，迷迷糊糊地打了个招呼。庆成斌倒是起得很早，已经在厨房忙活开了。他笑着地上一盘刚出炉的面包，这香味儿一下子就钻进了鼻子里。金二月也没客气，坐下来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肚子。就在这温馨的早餐时刻，庆成斌突然放下了手里的东西，语气变得有些认真：“哥，你今天下午能抽点时间吗？”金二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抬头看着他，虽然嘴上答应着没问题，但心里难免有些犯嘀咕。这一大早又是烤面包，又是专门约时间，庆成斌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显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正等着跟他摊牌呢。庆成斌话还没说完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几号哥也得一起来。”几号
正坐在一旁，听到自己被点名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指着自己问：“还有我的份？”他显然没搞清楚状况，皱着眉头追问：“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叫上我？”金二月在一旁摊了摊手，表示自己也是一头雾水，根本不知道庆成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各怀心思，最后还是坐在了沙发上。原本只是两个人的谈话，现在变成了三方会谈，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。庆成斌特意把大家都叫齐，看来接下来的这件事关系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未来。金二月摊了摊手，表示自己完全没头绪。他转头看向几号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背着我对成斌做了什么亏心事？”几号听完这话，整个人陷入了沉默。他抱着胳膊，似乎真的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在哪儿捅了娄子。金二月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更没底了，到底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非要把几号也拽过来一起谈？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动静。金二月压低声音提醒道：“待会儿咱们先按兵不动，千万别主动提这茬，等成斌自己开口。”几号点了点头。随着开门声响起，庆成斌走了进来。金二月和几号站在原地，谁也没有先开口。庆成斌笑着打招呼：“谢谢你们能抽空过来。”金二月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学校那边没什么事吧？”虽然嘴上说着没事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气氛明显不对劲。像他这么乖的孩子，居然会有说不出口的烦恼，而且他还专门把我们两个叫过来。接下来的话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不管怎么想，答案似乎只有一个。金二月盯着庆成斌问：“你专门找我们过来，是不是想让我们帮你打掩护？比如在学校闯了祸，或者是被什么厉害的学长勒索了，正想着怎么找回场子？”这一番话直接把庆成斌给听懵了，他赶紧大声反驳：“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在你们产生误会之前，我想先亲口告诉你们。”金二月在一旁听着，心里总算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闯祸了就行。庆成斌接着说：“既然我们要作为一个组合出道，有些事就不能瞒着。社长已经找过我了，他推荐我来当这个队长。”说完这话，他整个人都僵在那儿，等着看大家的反应。结果季浩一脸无语的反问：“不会吧？你专门把我们叫过来，就为了说这事？”庆成斌低声嘟囔着：“有你们在，我当这个队长总觉得不太对。”在他看来，大多数组合都是年纪大的当队长，自己既没经验，又缺乏那种带头的领导力。几号听完直接反问：“你是在担心要代表我们这群社交能力差的人，所以压力太大了吗？”庆成斌赶紧摆手解释，他从来没这么想过。几号继续追问：“所以你纠结的仅仅是因为年纪太小？”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两个人都无语了。毕竟让一个会跟老妖真诚吵架的几号，或者是连左右都分不清的金二月来当队长，那才是真的要出大事了。金二月一脸无奈：“我这正安静待着呢，你干嘛非要把我扯进来？”几号反问一句：“难道我说错了吗？”金二月沉默了片刻，示意他继续往下说。几号转头对庆成斌表态：“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，哥哥们会因为你年纪小就觉得不舒服。”金二月也跟着补了一刀：“要是以后几号敢不听话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我绝对替你跟他大吵一架。”这话一出，几号立马就不乐意了：“凭什么觉得只有我不听话？你肯定也会让成斌不高兴的。”结果金二月淡定地回了一句：“那不可能，我这人最懂得向权势低头了。”这一番插科打诨，让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几号语气坚定地总结：“除了庆成斌，真的没有别人能当这个队长。有时候，比起100句漂亮话，一个平时不怎么夸人的人给出的肯定才更有分量。”庆成斌听完，整个人终于放松了下来。可金二月在一旁看着，心里却泛起了嘀咕：是因为练习生当得太久，所以才变得这么没自信吗？还是说是因为那个叫俊浩的人？想起之前他发火的样子，金二月总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现在这个团队最需要的就是找回自信。大家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，企划组长兴致勃勃地宣布，管理层一致认为你们几个都自带那种高冷帅哥的气质，所以公司打算把专辑和组合的整体风格定为强烈的冬日少年感。紧接着他甩出了4个候选名 Spark、Flake、Glint 还有 Flame。 组长笑眯眯地看着大家说，公司目前就看好这几个，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想法，随时可以提出来。金二月听完公司的方案，心里简直无语到了极点。冬日少年，这跟那几个家伙完全不搭边啊。为了不让公司把事情搞砸，他决定先下手为强，自己亲自操刀，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料，他没日没夜地赶出了一份全新的出道专辑提案。闵珠锦看到后都惊呆了，你居然一个人把提案给写出来了。金二月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了，但他现在最发愁的是不知道该把这份东西交给谁看。闵珠锦指了指楼上，建议他直接去制作总部，因为策划和制作的大佬们全都在那儿待着呢，这一步迈出去，事情可就真的要变天了。闵珠锦也是个爽快人，这周正好要跟代表开会，到时候我直接帮你递上去。金二月忍不住感慨，这种中小型公司办事效率确实比大公司快得多，可他万万没想到机会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快。两人刚出门就迎面撞见了公司的代表，代表接过那份提案，仔细翻看了一会儿，嘴里念出了他的名字。金二月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，代表露出了赞许的笑容，直接问他有没有兴趣正式把这份策划案写出来。谁能想到金二月这随手一写的提案，竟然真的敲开了通往核心策划的大门。闵珠锦在一旁疯狂助攻，说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只要肯尝试，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金二月赶紧鞠躬致谢，表示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。代表摆了摆手，说不用这么客气，紧接着就开始敲定下周的会议时间。他不仅问了闵珠锦，还特意转头征求金二月的意见，问他下周的时间方不方便。
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代表这才满意的离开。金二月长舒了一口气，赶紧把邮箱地址和账号全都对接好。今天这一连串的突发状况，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深夜里，金二月还在对着电脑疯狂输出，清闲看着心疼坏了，忍不住劝他：哥，活儿是干不完的，你多少也得睡会儿吧。金二月头也不抬的回了一句：20岁的小伙子，连熬1个礼拜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清闲听得直翻白眼，这哥真是忙疯了，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蘑菇灯，一边凑过去看金二月的操作，忍不住好奇的打听：哥，你这些本事到底是从哪儿学的？金二月手上的动作没停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活着活着自然就什么都会了。清闲看着屏幕上秘密淡出的策划案，心里除了佩服还是佩服，这哪里是普通人的水平，简直就是全能大神。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，这个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哥到底有多深不可测。会议室里，金二月站在投影幕布前，正从容不迫地讲解着策划案。台下的领导们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种逻辑清晰、切中要害的汇报，根本不像是一个新人能做出来的。随着最后一句“谢谢大家”，全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紧接着，底下就开始小声议论起来。这汇报质量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，大家都不敢相信，他真的只有20岁吗？金二月站在台上，脸上没什么波澜，心里却在嘀咕：这种汇报他以前早就做烂了，闭着眼都能讲出来。代表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轻声夸了一句：准备的确实非常充分。这一仗金二月赢得干脆利落，也让所有人彻底记住了他的名字。代表特意把金二月支走，让他先回练习室，却把剩下的同事全都留了下来。等门一关，代表双手托腮，开门见山地问大家：你们觉得刚才那个方案到底怎么样？短发同事先是顿了一下，接着忍不住感叹：老实说，这内容做的实在是太棒了。其他人也纷纷点头，说本来还担心新人的东西会太俗套，结果完全出乎意料，比预想的好太多了。尤其是策划案里，还特意配上了清闲的那首歌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听起来特别有感觉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热烈。看来金二月这次的表现不仅惊艳了代表，也让这些挑剔的同事们彻底心服口服了。会议室里的讨论还没停，大家翻着手里的策划案，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内容真不是开玩笑的。有人忍不住小声嘀咕：他今年真的才高中毕业吗？这水平简直老练得不像话。代表听着大家的议论，脸上露出一副看准了人的神情，他慢条斯理地总结道：像他这个年纪既有胆识又有脑子的孩子，确实是凤毛麟角。紧接着代表抛出了一个让全场都愣住的提议：既然他这么有天赋，你们觉得直接把他往制作人的方向培养怎么样？这话一出，性质可就完全变了，这已经不是在看一个新人，而是在看未来的核心骨干。与此同时，金二月的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光，系统提示任务已经确认完成，经验值正在蹭蹭往上涨。不过看着团队现在的配置，制作、作曲、编舞全都有了，照这个进度下去，他们很快就能成为那种完全自给自足的全能偶像。既然这样，接下来的主打歌大概率也会用清闲的作品吧。金二月接好水，推开练习室的门走了进去，还没等他坐稳，清闲盯着电脑屏幕，突然惊叫了一声。金二月赶紧凑过去问怎么了，其他成员也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。等大家看清屏幕上的内容，所有人都定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电脑里到底显示了什么，能让这帮人露出这种见鬼了的表情？屏幕上赫然跳出一行大字 ：MIF 娱乐的新男团正式官宣了。这支叫做 Part 的队伍不仅定档在8月出道，连宣传海报都发出来了。谁能想到这次的对手竟然是神话公司？这可是圈子里顶尖的大厂，根本不是普通公司能比的。还没正式出道，就已经拿捏了全网的流量。大家都说这支新团一出来，整个爱豆界都要变天了。看着屏幕里的这些强敌，金二月和队友们都沉默了。这种级别的降维打击，接下来的路怕是比想象中还要难走。屏幕里这画面简直就是经费在燃烧，这概念，这质感，确实是顶级大厂的水准。清闲在旁边忍不住吐槽，难怪大家都想往大厂钻。金二月盯着屏幕，心里很清楚，这就是大公司的底气，无论是审美还是规模，都精准得让人害怕。庆成兵数了一下，对方整整有8个人，这阵仗光是站那儿就赢了一半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他们真的还有机会吗？这就是顶级大厂的恐怖之处。神话公司这块金字招牌本身就是一种信仰，只要是他们出的团，粉丝闭着眼都会买账。金二月看着屏幕，心里很清楚，这种家族粉的粘性是任何营销都换不来的。只要挂上公司的名号，新人就等于拿到了通往成功的保送卡。看着满屏的夸赞和期待，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。这就是所谓的赢在起跑线上，还没正式露面，就已经拥有了成千上万的死忠。这种资本堆出来的光环，确实让人羡慕得牙痒痒。对于他们这些小公司出身的人来说，这场仗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维度。清闲还在那儿开玩笑说神话公司全是帅哥，虽然自家团队颜值也不差，但他总觉得自己拉低了平均分。可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的娱乐圈光靠一张脸已经不够了，真正的核心问题是资本。大厂砸出来的 MV 每一帧都是钱的味道，小公司如果舍不得投入，出来的东西只会显得廉价。粉丝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一旦觉得公司在敷衍，立马就会大面积掉粉。金二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这个团还要走很长的路，如果不赶紧搞定预算，光靠情怀根本撑不过这残酷的7年。
为了省钱，金二月已经把算盘打到了极致。清闲负责写歌几号，和庆秀负责编舞，只要大家全员全能，就能省下一大笔制作费。金二月打算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全都砸进 MV 里，毕竟在娱乐圈视觉冲击力就是第一生产力。可就在这时，庆成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屏幕里那个大厂出的预告片明明质感无敌，评论区却全是恶评。清闲也懵了，他觉得这个挺好听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买账？金二月看着那些刺眼的评论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连还没出道的大厂新人都被骂成这样，那等他们这些小公司的人正式出道，迎接他们的又会是怎样的狂风暴雨？这还没开始真正的考验，就已经摆在面前了。金二月直接把话挑明了，在人数上咱们就已经输了一截，人家8个人，咱们才6个，到底拿什么跟人家拼？清闲愣在那儿，嘴里念叨着赢这个词，显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毕竟这种人数压制是明摆着的劣势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是一个避不开的现实问题。就在这时，金二月话锋一转，他说：“大家担心的都没错，这确实是个大麻烦。但是如果还没开始，你就先把自己给看扁了，那这仗根本没法打。不管做什么，只有先想着怎么赢，才会有拼命的动力。”清闲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，他提议每人准备3个个人计，觉得这样就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。结果金二月当场算了一笔账，人家8个人每人3个就是24个，咱们加起来才18个，数量上还是被吊打。清闲还不死心，甚至想表演杂耍，搞点别人都不会的绝活。几号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这话题越聊越偏，简直是在胡闹。说到底，咱们是来当偶像的，不是来演杂技的，唯一的出路就是硬碰硬，靠实力说话。庆成斌和朱宇也沉默了，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。金二月点头表示赞同，只要实力够硬，不管对方有多少人，咱们都有机会赢。大家终于达成了一致，既然要拼，那就拿真本事出来见分晓。练习刚解散，清闲就神神秘秘地凑了过来，他兴奋地告诉金二月，那首歌终于干出来了。金二月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赶紧问了一句，改动大不大？清闲说只动了结尾，但他话还没说完，气氛突然就不对劲了，一声怒吼传了过来，直接点名金二月。几号和庆秀杀气腾腾地出现了，这2个练习狂魔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变强，不停地变强。金二月整个人都傻了，看这架势，今天不练到脱层皮，怕是走不出这间屋子了。真正的地狱特训现在才刚刚开始。金二月让清闲先把歌发给制作组，自己晚点再细听，毕竟那几个舞蹈机器已经在练习室催命了。清闲一个人留在原地，看着金二月匆忙离开的背影，这首歌的命运就此交到了公司手里。转眼过了几天，消息传得飞快，金二月盯着手机屏幕，上面全是打听消息的。听说你们要用清闲的歌出道，这事儿果然传开了。对方还补了一句，那首歌真的非常出色。金二月正看得入神，经理突然出现在身后，指着手机提醒他，看归看，手机记得按时上交。看来不管外面传的有多神，练习生的规矩还是得老老实实守着。金二月答应完经理，独自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他心里很清楚，清闲写的那首歌确实谁听了都得说声好。就在这时，眼前突然唰的一下，系统面板直接蹦了出来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获得出道曲，经验值直接加了10点。金二月这下有点没反应过来，这系统也太直接了，难道只要一直这样下去，出道曲就能自动搞定？他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，这系统也太现实了，难道是想让他提前把清闲的版权给买断？不过吐槽归吐槽，正事儿还得干。他推开练习室的大门，大家都到齐了，清闲居然还没露面。金二月觉得奇怪，清闲之前根本没打招呼说要晚到。几号在旁边接话，说他平时从不敲练习，应该是在路上了。可金二月心里还是打鼓，一个平时掐着点到的人，今天竟然整整迟到了半小时。庆成斌忍不住嘀咕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金二月越想越不对劲，他赶紧叫住朱宇，想打听点内幕。朱宇沉默了一下，低声说清闲最近确实不太对，整个人看起来心事重重的。金二月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看来清闲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大家还不知道的秘密。大家满世界找的清闲，正一个人躲在公园长椅上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，看起来像是受了不小的打击。谁能想到为了那首出道曲，他曾经在电脑前做了多少个通宵，每一个音符都是他熬夜死刻出来的。他对着电脑疯狂输出，键盘都要被他敲烂了。他忍不住在想，自己的歌真的够格吗？虽然他也希望，这只是自己想太多了。可看着金二月他们每天在练习室里挥汗如雨，每个人都为了出道拼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，清闲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。他当然想让大家用最好的作品站上舞台，可万一呢？万一真的用了他的歌，结果却彻底搞砸了，那他岂不是成了毁掉所有人梦想的罪人？这种不安感像黑洞一样，快要把他整个人都吞下去了。清闲还在公园长椅上独自消化那些负面情绪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清闲猛地回过头，发现金二月正站在他身后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这一声招呼差点把清闲吓得魂飞魄散，他整个人直接从长椅上弹了起来，手里的包都差点甩出去。金二月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忍不住调侃了一句，你是见鬼了吗？干嘛吓成这样？清闲简直不敢相信金二月居然能精准找到这里，他原本以为只是巧合，结果金二月是坐了1个小时大巴特意跑过来抓他的。金二月没理会他的惊讶，拿出手机准备给队友们发个定位。清闲一看这架势，心里顿时慌了，要是让大家都赶过来，那他今天就真的走不掉了。
趁着金二月低头打字的功夫，清闲突然转身，撒丫子就往树林深处跑。金二月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已经溜出去好几米远了。他气得在后面大喊：“清闲，你给我站住！”清闲头也不回的大喊：“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”这下清闲彻底慌了，在林子里拼命狂奔。看来这场猫鼠游戏才刚刚开始。金二月在后面紧追不舍，速度快得惊人。就在这一秒，他猛地伸出手，一把拽住了清闲。清闲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金二月冷冷地盯着他：“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？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躲！”金二月追上清闲后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：“你觉得当偶像是在开玩笑吗？”清闲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没反应过来。金二月越说越激动：“这张脸多值钱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万一在山里磕了碰了怎么办？”他凑到清闲面前，语气变得更加严厉：“想想那些为了你一张照片就能哭半天的粉丝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”清闲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你不是因为我逃跑才生气的吗？”金二月沉默了一下：“我生气是因为你什么安全装备都没带，就敢在山里乱跑。原来这所有的怒火全是因为担心。”金二月吐槽：“你要是早点听话，咱们现在早就在长椅上歇着了，何必在林子里折腾这一出？”清闲低着头，小声嘟囔着：“对不起。”两人来到凉亭坐下，气氛总算缓和了不少。金二月开始掏心窝子：“我知道你现在想静静，突然跑来找你，确实有点冒昧。我只是太担心你了，希望你别介意。”清闲沉默了半天，突然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：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金二月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，几号语气里满是担心。清闲最近压力确实大，第一首歌就直接成了主打，换成谁都会觉得喘不过气。金二月一边听着，一边默默穿上外套。他面前突然弹出了系统任务，要求确保出道曲顺利进行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任务的真正意思是让他去开导那个落跑的家伙。金二月转身就往门口走，几号在后面喊住他：“你要去哪？”金二月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：“去把他抓回来。”几号一脸无奈：“你连他在哪都不知道，就这么直接冲出去吗？”金二月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语气里透着一股自信：“只要逻辑对，找个人其实没那么难，顺便还得跟经纪人报个备。”他开始复盘当时的思路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一个人想逃离某个地方，他到底能跑多远？就算坐公交或者地铁，范围也就那么大。首先排除那些热闹的商业区，一个快要出道的练习生绝对不会去人多的地方瞎晃悠。再加上他当时根本没时间思考，只能凭直觉乱走。金二月看着清闲，最后揭晓了谜底，这就是我能精准定位，把你抓回来的原因。这场心理博弈显然是金二月赢了。清闲缩在凉亭角落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哥，你刚才真的挺吓人。”金二月看着他那副样子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既然这么害怕被抓，当初干嘛还要桥调练习？现在倒好，还得再加个厚脸皮的罪名。清闲没敢接话，只是在那儿闷头坐着。金二月收起了开玩笑的语气，背对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：“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怕万一结果不好，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你要明白，一首歌能不能火，受太多因素影响了，市场环境、团队人气，甚至是宣传和曝光度，这些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在这么多复杂的因素里，责任不可能全在你一个人身上。别总想着把锅往自己身上揽，那压力谁都扛不住。”这番话一出，清闲坐在台阶上，半天没吭声。金二月心里很清楚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想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他看着清闲，突然提起了之前的一件事：“你当时不是问我为什么让别人去睡觉，却非要盯着你继续写吗？”清闲点了点头，这事儿他一直记着呢。金二月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变得非常认真：“那是因为我对你有期待，我觉得只要你肯努力，就一定能把这件事做成。”这突如其来的认可让清闲愣在原地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金二月见气氛有点严肃，干脆开了个玩笑：“要不以后咱们搞个夸夸会，谁都不许提意见，全程只准夸你。”清闲赶紧摆了摆手：“算了吧，那种场面光是想想压力就已经大到爆表了。”不过被金二月这么一闹，他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金二月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他说：“等以后进了社会，可就没人会这么夸你了，所以得好好珍惜现在的机会。”清闲听得一愣一愣的：“哥，你说话怎么像个吃尽了社会苦头的老大爷？”金二月叹了口气：“谁不想一直过甜日子呢？可惜生活从来都不容易。”他把手搭在清闲的肩膀上：“我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，还背着这么沉的包，大老远跑来这山上找你，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我倚老卖老？”最后再说一句老土的话，清闲被他这阵仗搞懵了，只能呆呆的问：“什么话？”金二月看着眼前的清闲，语气变得格外温柔：“我真的很想看到我们顺利出道，整整齐齐的风风光光的站在舞台上。不管你现在觉得有多难，或者觉得自己把事情搞砸了，都没关系。回宿舍以后，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，好不好？”清闲终于点了点头。金二月推着他的肩膀，两人就这么往回走。UA 娱乐公司的大楼里，气氛可就没这么温馨了。还没等清闲反应过来，经理就跟疯了一样冲上来，抓着他的肩膀一顿狂摇：“你这小子，为什么不让我听那首新歌？”清闲被晃得晕头转向，金二月在一旁看着这闹剧，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看来这首歌的威力比他想象中还要大。清闲站在电脑前，手抖得连鼠标都点不下去。他转过头，小声的嘟囔着：“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播放呢。”庆秀倒是稳如泰山，就这么静静的等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庆秀才缓缓开口，说了3个字：“挺好的。”清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瞪大眼睛追问了一句：“真的吗？”庆秀的语气非常肯定：“真的。”听到这2个字，清闲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彻底落地了。
他兴奋的整个人都挂在了庆秀身上。庆秀虽然嘴上嫌他虫，但心里其实比谁都高兴，毕竟出道曲总算搞定了，清弦也终于做好了用自己的歌去战斗的准备。庆秀走到几号身边，蹲下身子问要不要一起给清弦的歌编舞。几号愣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，看来大家都在为了出道拼尽全力。不过最让人意外的还是金二月和清弦的关系。以前这两个人只要眼神对上，那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，可现在关系标签居然变成了甜心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就在清弦以为能松一口气的时候，金二月突然转过身，一脸严肃地盯着他。等会儿结束了，你留下来单独加练。清弦整个人都傻了，看来这甜心的待遇就是被金二月单独开小灶啊。深夜的宿舍里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经理双手叉腰，对着清弦就是一顿输出。他说当时接到金二月的电话，简直快要被吓得半死。清弦自知理亏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不停地道歉。经理叹了口气，虽然人平安回来了，但规矩不能坏。他指着清弦说：“现在去给我罚站10分钟，手不许放下来。”清弦乖乖照做。可就在这时，经理话锋一转：“既然大家都在，我就直接宣布一个好消息，这次张俊浩前辈的新歌要拍音乐录影带了。”大半夜的，这帮人居然在开紧急会议。庆成斌试探着提议：“既然我跟那位前辈比较熟，要不还是我去吧？”这到底是在胡扯，还是真的有道理？让受害最严重的庆成斌出面，这种方案根本连想都不要想。现在的局面显然已经彻底僵住了。既然大家都不想去，金二月心里已经有了人选。他盯着几号说：“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你去最合适。”几号当场就拒绝了：“凭什么是我要去，也是你去。”金二月倒是挺有自知之明，直言自己这张脸还没到能去拍 MV 的程度。结果朱宇在旁边补了一刀，说这两个人其实感觉长得挺像的。这话一出，几号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下好了，想推也推不掉了。虽然人选定下来了，但庆秀还是觉得不稳妥，毕竟公司那边可没那么容易。点头，庆成斌也跟着担心，就算季浩哥愿意去，让他一个人面对，恐怕也会出乱子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金二月却表现得非常淡定，他让大家放100个心，既然敢这么提议，肯定已经留了后手。看着这副自信的样子，大家也只能选择相信。镜头一转，化妆间里的气氛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几号显然没料到金二月居然真的跟过来了。金二月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万一你哪句话说错，导致人设崩塌了怎么办？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来？”他嘴上说着是为了几号好，其实就是想亲自盯着。这两个人往化妆间一站，瞬间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旁边的职员都在小声嘀咕：“这就是那批练习生吗？这长相也太绝了！”大家都被这颜值给惊到了。不过比起长相，更让人在意的其实是接下来的事情。在外人眼里，这两个人简直是神仙组合，长相太搭了，看起来关系也特别好。可实际上私下里的气氛简直冷到了冰点。几号忍不住吐槽，让金二月撒谎也走点心，别演得这么假。金二月却反手就是一个警告，提醒他别乱说话。他甚至还列出了所谓的营业守则，要求几号在外面必须客气点。这一番话下来，几号直接被对得没词了，只能在旁边生闷气。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凌晨3点，金二月居然还在那碎碎念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他定下的那些营业守则，什么要管好嘴，什么要保持微笑，简直像念经一样。几号被吵得根本睡不着，猛地坐起来，满脑子都是这些条条框框，感觉整个人都要炸了。金二月可不管这些，直接让他回位子坐好，必须把这些东西刻进脑子里。毕竟为了这次机会，金二月可是费了老大的劲，才把策划组给忽悠住，甚至连主角都给换了。既然付出了这么多代价，那季号就必须配合到底。要是连这点东西都记不住，接下来的戏可就没法演了。上车前，金二月还在不停地叮嘱，尤其是那些容易出错的地方，必须打起12分精神。几号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，忍不住小声抱怨。可金二月根本不打算放过他。就在这时，俊浩提到了金二月之前问的事，原来另一位成员今天不在这儿，而是要分开拍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金二月明显愣了一下，看来今天的计划又要出点小意外了。那个混蛋当初可是对庆斌做了那种绝对不能原谅的事，金二月这次特意跟过来，原本就是想当个挡箭牌，免得季浩被那个家伙欺负。司机随口问了一句：“金二月是不是俊浩的粉丝？怎么对他这么关心？”金二月表面上笑呵呵的说：“只是因为对方是前辈，怕有什么忌讳，毕竟自己只是个陪同的。”说话间，拍摄现场已经到了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。随着导演一声令下，拍摄正式开始。几号瞬间进入了状态，在镜头前表现得非常专业。金二月在旁边默默观察，发现这小子的表情管理确实比预想中要好得多。既然季浩这边没出什么岔子，金二月也就不打算一直在这儿盯着他演戏了。他转身去帮剧组干活，手里拿了一大堆器材。旁边的人看了都觉得奇怪，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搬这么多沉甸甸的东西。金二月没有多解释，只是默默地往林子深处走去。几号刚结束一组拍摄，正打算喘口气，就看到金二月抱着一堆器材走过来。金二月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已经拍完了？”几号摇摇头说：“还得等一会儿，等太阳下山的时候再补拍几个落日的镜头。”几号看着他怀里沉甸甸的架子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问是谁让他干这些杂活的。金二月倒是很坦然，说是自己想帮忙，既然剧组让他留在这儿学习，总得表示一下感谢。而且看着大家都在忙，自己要是干站着，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。几号听完有些无奈，觉得金二月实在是太认真了，根本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。金二月却没停下手里的活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既然白学了这么多东西，
能帮一点是一点。看着金二月忙碌的背影，几号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个新来的家伙好像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。他突然开口问他，在这儿学到什么没有？金二月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他说拍摄现场的气氛，还有专业人士的工作方式，这些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的。这种近距离观察的机会，平时想找都找不着。几号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还是那个平时的金二月吗？金二月一抬头，发现几号竟然也抱着个大箱子，他有些纳闷，问他在这儿折腾什么呢？几号倒是很淡定，说自己刚才去问了一嘴，还有没有需要帮忙搬的东西，结果就被塞了这么一大箱。金二月心疼他，问他难道连宝贵的休息时间都打算不要了吗？几号半开玩笑地说，要是成员们都在辛苦工作，自己却躲在一边偷懒，万一被传出去，怕是又要引起什么性格争议了。金二月听完忍不住想笑，明明就是想过来帮忙，非要说的这么拐弯抹角。不过这种默默付出的性格确实让人讨厌不起来。回程的车上，司机试探着问金二月是不是对导演或者策划其实一直挺感兴趣的，毕竟像金二月这样心思细腻又肯干的人，如果真的转幕后，说不定还真能闯出一番名堂。金二月真诚地跟司机道了个谢，他说这次能跟着过来，真的学到了很多，也很庆幸自己没错过这个机会。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笑着说，这都是小事，新人多出来刷刷脸，总归是没坏处的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金二月还在纠结要不要把片场发生的那些事原本本地告诉大家，可刚一进门，还没等他开口，系统就突然蹦出来一个新任务，让他给宿舍制定一套规矩。金二月心里一阵犯嘀咕，这任务也太麻烦了，明明大家平时相处的挺好，没规矩也没出过什么乱子，可转念一想，系统给的经验值奖励实在是太诱人了，要是就这么放弃，确实有点可惜。他一边叠着衣服，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，到底该怎么跟这帮兄弟开口，才不会显得太突兀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庆成斌突然凑了过来，笑眯眯地叫了他一声，这下好了，正愁没人商量呢，突破口这不就来了吗？看来这宿舍的第一条规矩马上就要诞生了。庆成斌主动凑过来，提议大家找个时间好好聊聊宿舍生活的事。金二月听完忍不住感慨，这家伙不愧是天生的队长料，总是能想到大家前头去。他刚想顺着话茬答应下来，脑子里却突然闪过网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评论，粉丝们都在吐槽，说别的公司都在拼命推新人，自家公司却把他们藏得死死的，简直像是要把他们当成野山餐一样供着。金二月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现在立规矩火候好像还差了那么一点，他赶紧跟庆成斌商量，能不能再给自己几天时间，好好琢磨一下。庆成斌倒也痛快，摆摆手说不急，让他慢慢想清楚再说。转眼1周时间过去了，庆成斌站在大家面前，兴高采烈的挥手，大声宣布小组会议正式开始。大家也都挺给面子，有的鼓掌，有的欢呼，宿舍里的气氛一下子就被炒热了。墙角竟然还藏着摄像机，清闲对着镜头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，还时不时的打个招呼。面对这么多专业镜头，金二月心里其实也没底。再看旁边的庆秀，明显已经放不开了，整个人定在那里，动都不敢动。金二月赶紧拍了拍手，笑着安慰大家，别这么紧张，反正又不是直播。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，他接着又补了一句，待会儿拍摄的时候，谁要是说话少于10句，结束之后就单独留下来跟我谈谈心。这下好了，大家更不敢喘气了。为了这次自拍环节，庆成斌可是专门去求了策划组，所以他绝对不允许有人敷衍了事。他像模像样的拿出一块白板，宣布咱们第一次宿舍会议正式开始。今天的议题很简单，就是制定宿舍守则。虽然平时大家相处的还行，但他觉得还是得正式走个流程。看着他在前面侃侃而谈，金二月在旁边都听愣了，这主持功底确实厉害。后来才知道，他甚至还提前写好了脚本，不愧是当过学生会干部的人，这专业程度简直没谁了。这就是有经验和没经验的区别。庆成斌这边还在认真提议，说以后要是有人干活，大家伙儿都得跟着搭把手，除非是真的有急事。结果清闲突然举手插话，说他也有话要讲。他觉得大家平时太客气了，除了打招呼就是聊练习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希望大家能比现在再活泼个2倍。崔几号整个人都无语了，这事儿怎么还带强迫的？可清闲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非要问个明白，你是想要个热热闹闹的宿舍，还是想每天面对冷冰冰的墙？几号先提了个建议，说晚上能不能把客厅的氛围灯开着，因为他视力不太好，半夜出来喝水总撞到桌子。清闲一听，赶紧点头，说那灯其实就是他放的，结果总有人顺手给关了。这下俩人总算达成共识，以后大灯关掉，氛围灯必须得一直亮着。接着庆秀也开口了，说自己平时回来的晚，总是不小心踩到大家的鞋，希望以后大家能把鞋摆整齐。朱宇也跟着补了一句，说别的都好商量，但碗筷要是堆多了，必须得赶紧洗掉。眼看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，朱宇转头看向金二月，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。这下全场都安静了，所有人都盯着他看。金二月整个人都懵了，大家为什么都用这种眼神看着他，好像在等他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发言。尤其是庆成斌那副表情，简直就是在说金二月哥肯定要讲大道理了，这压力简直要命。要是现在只说一句大家平时记得多喝水，估计会被全员鄙视吧。他脑子里已经开始乱套了，到底该说点什么？难道要定个规矩，说错话的人必须写道歉信，或者要是吵架了就要立刻召开冲突调解会？越想越离谱。金二月现在
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会议真是没法开了。憋了半天，金二月总算挤出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大家以后千万别破坏练习的气氛。”虽然听着像句废话，但大家居然都认真记下了。就这样，宿舍的6大守则正式出炉，从开灯做家务到摆鞋子，甚至连洗碗这种小事，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系统甚至还给发了经验奖励。有人找上门来，开口就问他是不是金二月，对方还提到了他在张俊浩 MV 现场搬箱子的事。这下麻烦了，他在片场干活的事怎么这么快就传开了？经理一上来就夸个不停，说 PD 对他印象特别好，大热天在片场跑前跑后，这种工作态度确实没得挑。金二月赶紧摆摆手，说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，自己真没做什么。结果经理话锋一转，提到了金二月之前交的那份自制内容的策划案，说 CEO 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以后关于这个项目地策划，金二月得经常跟他们开会讨论。金二月刚点头答应，突然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，看着经理那副表情，他一下子反应过来了，这哪是开会啊，这分明是给人家找活干呢。经理以前最讨厌额外加班，结果现在金二月成了那个丢工作给他们的人，这职场关系真是让人头大。经理一边敲键盘一边宣布，说到主题就按金二月的方案来，而且还要拍一组放在门户网站上的个人照。他顺口问金二月对这组照片有什么想法。金二月想了想说，不如试试灰色调的制服，这样大家的脸看起来会更清晰更有质感。消息传回宿舍，众人都乐开了花，个人资料照的拍摄终于定下来了，这意味着他们离正式出道又近了一大步。大半夜的，金二月和清闲还在客厅忙活，结果被队长庆成斌抓个正着，直接命令他们赶紧去睡觉。金二月还想再坚持一下，说得把手头的方案再检查一遍。清闲也在旁边帮腔，说写完这段旋律就去睡。结果庆成斌笑眯眯的走过来，说这话你们1小时前就讲过了，经理特意交代过，必须得保证皮肤状态。看着队长这副不容拒绝的样子，两个人哪还敢顶嘴，只能乖乖回屋睡觉。到了拍摄现场，大家都在忙着做最后的准备。崔几浩一边整理衣服，一边轻声提醒金二月，以后真的不能再熬夜了，毕竟没有黑眼圈的样子才是最上镜的。金二月赶紧让他小声点，千万别让程斌听到，不然那家伙肯定又要调侃了。转头一看，队长庆成斌正对着领带发愁，折腾了半天也没弄好。金二月直接走过去，让他别动，自己亲自动手帮他系。程斌一脸不可思议，问金二月怎么连这个都会。金二月语气平淡地说，以前每天早上就算闭着眼都能系好，这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事。他一边熟练地打着领结，一边叮嘱程斌，以后有空的学学，这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难。看着胸前整整齐齐的领带，程斌这下是彻底服气了，赶紧乖乖道谢。看来在照顾人这方面，金二月确实很有经验。朱宇看到金二月帮别人系领带，也凑过来闹着要帮忙，结果把自己弄得一团糟，领带直接缠在了头上。金二月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真是拿这个弟弟没办法。拍摄现场已经准备就绪，摄影师正调试着设备。金二月走到庆秀身边，小声问他，第一次拍这种照片行不行，需不需要提前找感觉。庆秀倒是显得很淡定，说只要不是拍视频，只是定格拍照的话，他觉得自己完全没问题。金二月听他这么一说，立刻就想到了他在宣传片里那个冷酷又帅气的北境大公造型，看来这次拍摄庆秀是要拿出看家本领了。金二月还在反思刚才的表现，总觉得自己太安静了，可能会让大家产生误解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清闲就兴冲冲地跑了过来，说经理刚才夸他们穿这身衬衫简直帅呆了。清闲拉着金二月非要合影，说是得好好纪念一下。金二月被他闹得头疼，让他自己先去拍个100张再说。可清闲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非要拉着他一起营业。清闲还凑过来显摆，问金二月自己到底有多好看，能不能形容的具体一点。金二月随口回了一句，说他这张脸每平方厘米起码值85万。清闲还没反应过来，问为什么要定这个价。金二月淡定的解释，因为那是现在的金价。终于轮到庆秀上场了，作为压轴出场，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。快门声此起彼伏，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。金二月和崔几浩在旁边看着，摄影师在镜头后面大喊，让他再多笑一点，表情不要那么僵硬。谁能想到庆秀这状态一上来，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，摄影师都拍嗨了，直夸他表现得太自然，简直完美。旁边的崔几浩都看傻了，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晚上偷偷躲被窝里练过。金二月倒是淡定，说这全是靠自学。清闲也在一边起哄，说庆秀这组照片绝对要火，让他赶紧趁现在多听点好话，毕竟到了社会上，可没人会这么真心的夸你。庆秀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问他是谁教的这些大道理。结果清闲说是二月哥教的。这下庆秀彻底无语了，心说那哥们儿是活了第2辈子吗？怎么听着像个被职场掏空了灵魂的老油条。庆成斌在旁边笑得不行，说庆秀以前一看到镜头就全身僵硬，跟个木头人似的，现在简直判若两人。庆秀被说的有点不好意思，干脆承认了，说自己确实偷偷练过，只要一看到镜子就开始琢磨怎么笑才好看。这下连庆成斌都服了，感叹这年头果然努力的人最可怕。就在这时，大合照正式开始，摄影师一直在指挥朱宇，让他往右边再挪一点，说这个角度简直绝了。看着大家这么有默契，金二月心里却在盘算，以后拍合照自己还是得往边上站站。他心里想的是，万一以后自己离开了，队友们直接把他从照片里
减掉就行。谁也没想到，他连退路都给自己找好了。不过自从出道的消息定下来，整个练习室的气氛全变了，所有人都在拼命，练习强度直接翻了1倍。清闲他们简直是卷疯了，每一个动作都要求到极致。就在这时，庆秀大声提醒金二月，让他赶紧注意自己的位置。连平时话不多的崔几浩也忍不住开口了，说金二月的动作角度又偏了，看来这出道的压力真不是开玩笑的。整个上午，金二月都在同一个动作上掉链子，队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建议他先单独练练。金二月这下心态有点崩，明明已经拼命集中注意力了，可身体就是不听使唤，他只能一遍遍道歉，说自己会再试一次。庆成斌看出了他的紧张，提议让大家先休息10分钟。这话一出，清闲和朱瑜简直如获致死，直接在练习室地板上躺平了。金二月心里更过意不去了，觉得是因为自己才害得大家跟着受累。庆成斌赶紧安慰他说，越这么想压力越大，大家其实都没往心里去。金二月没再说话，只觉得身上烫得厉害，可能是这鬼天气太热了，他打算去喝口冷水压一压，可这身体状况显然已经到了极限，现在哪怕只是站着不动，都能感觉到热气在往上冒，整个人像是要烧糊涂了。金二月这下终于确定了，自己确实是发烧了，难怪刚才在练习室里怎么都冷静不下来。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这副样子是不是太明显了？不过金二月没打算请假，他觉得既然要出道，就要学会硬扛，毕竟以后正式跑行程，生病了也得咬牙坚持。回到练习室，大家正围在一起吃饭，金二月一边机械地往嘴里塞东西，一边在心里疯狂吐槽，既然这系统能增加属性，那也该给个回血的功能吧，哪怕能恢复点体力也行啊。看他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接下来的练习恐怕还有得熬。就在金二月埋头吃饭的时候，系统面板突然唰的一下跳了出来，这动静差点让他把饭喷出来。他赶紧躲进洗手间，想看看这系统到底又搞什么鬼。结果这一看，简直是瞌睡送枕头，系统居然开启了追加支援功能，可以直接帮他降低疲劳值。金二月心里一阵狂喜，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回血外挂吗？不过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系统紧接着就弹出了警告，说如果过度使用，身体会出现各种副作用。金二月倒是看得挺开，只要上面没写着会出人命，那都不是事儿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状态，疲劳度已经堆到了40%，再这么硬扛下去，身体迟早要散架。既然有这好东西，那还犹豫什么？金二月决定现在就拼一把，直接开启功能。至于那所谓的副作用，只能等以后再说了。系统这外挂简直神了，疲劳值直接从40%唰的一下掉到了20%。金二月只觉得浑身轻松，连刚才那股烧糊涂的劲儿也跟着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旁边的清闲都给看愣了，忍不住凑过来问：“这面难道是什么灵丹妙药吗？怎么吃2口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？”几号也在一旁搭腔，开玩笑说：“是不是在面里偷偷加了什么强效蛋白粉？不然这气色怎么好的这么离谱？”金二月直接回怼：“下次做吐司也给你加点，保准让你也体验一下。”金二月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，虽然现在感觉是满血复活了，但系统之前提醒过的副作用到底什么时候会找上门来？他自己倒是能靠系统回血，但他看着身边的队友，心里却开始犯嘀咕，要是这帮人哪天累垮了，那可就真麻烦了，毕竟他们可没有外挂能用。想到这，金二月忍不住开口问大家，平时有没有定期去做体检，甚至还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，有没有人去做过牙齿贴面？大家被问得一头雾水，心想这话题跳跃的也太快了。金二月一脸严肃地叮嘱大家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毕竟对偶像来说，身体就是最大的本钱。清闲听了这话，立马开始调侃旁边的庆秀，问他有没有把这话听进去。结果庆秀这脑回路简直让人没法接，他居然觉得金二月是在担心他之前受过伤的脚踝。看着庆秀那一脸感动的样子，金二月直接沉默了。他明明是在担心大家的整体健康，结果这哥们儿居然只听出了这一层意思，这沟通效率真是让人头大。行吧，只要你觉得听懂了就行。他赶紧岔开话题，提议大家待会儿去健身房好好检查一下身体数据，毕竟这才是正经事。可还没等大家动身，庆成斌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，说他父母打算过来一趟，因为大家现在正式出道了，老人家想亲手做点好吃的送过来。清闲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兴奋地跳了起来，满脑子都是好吃的。可旁边的金二月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他心里1万个拒绝，觉得自己根本没做好见对方家长的心理准备。他甚至已经在脑子里排练出了一场年度大戏，脑补对方家长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，说除非自己断了气，否则绝不让儿子跟这种人一起出道。金二月越想越离谱，甚至在幻想里都开始给人下跪道歉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，金二月，你现在必须保持绝对警惕，千万不能露馅。就在他紧张到快要炸裂的时候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庆成斌的父母满脸笑容的走进来，热情的跟大家打招呼，说好久不见了孩子们。这现实跟脑补的反差让金二月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庆成斌的父母一进门就精准锁定了金二月，热情的跟他握手打招呼，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金二月吧。金二月赶紧礼貌的接话，一边寒暄一边顺手接过长辈手里的包，招呼大家赶紧坐下。庆成斌的母亲看着金二月，那是越看越喜欢，直夸这孩子比听说的还要懂礼貌。金二月面上带着笑，心里却开始犯嘀咕，庆成斌这小子平时到底在背后是怎么编排我的？庆成斌看着父母大包小包带了一堆，心疼他们工作那么忙，还要专门跑这一趟送小菜。母亲倒是乐呵呵的，觉得给孩子们带点吃的根本不算事儿。屋里
一下子变得热闹极了，简直成了大型认亲现场。转头看见旁边的几号，又是一阵夸奖，说这孩子长势喜人，感觉比上次见的时候又高了不少。清闲这性格，干活那是相当积极。看着这满屋子的烟火气，金二月原本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。不过这顿饭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庆成斌的父亲一坐下，就关心地问起庆秀的脚踝伤。看来这些长辈背地里关注这群孩子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金二月在一旁看着，心里觉得特别暖。庆成斌的母亲更细心，特意拉着金二月问有没有什么忌口的东西，生怕自己带的小菜不合他胃口。金二月赶紧摆手，说自己一点都不挑食，什么都能吃。结果清闲这小子突然凑过来大声爆料，说金二月平时最爱吃辣拌面，而且连里面的配菜都吃得精光。母亲一听就乐了，拉着金二月问是不是真的，搞得金二月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只能笑着承认了。看着长辈们忙活了半天，金二月赶紧招呼大家坐下休息，说这一路辛苦了，他这就去给大家倒茶。这体贴入微的样子，简直就是标准暖男。庆成斌的母亲突然提议，想跟金二月单独聊聊。金二月虽然心里打鼓，但还是礼貌地答应了。庆成斌的母亲端着杯子，眼神里透着一股让人发毛的冷淡，开口就是灵魂拷问。他问金二月，你到底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当偶像？是真的打算一直赖在公司直到出道吗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经常有人说你没点自觉？金二月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